好，已经开始了。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多因素测深资料的处理，然后是也以那个 Keras Hips 跟 Sips 这个软体当做是案例这样。那这个是根据内政部水深测量规范里面所包含的水深处理的一个流程。那主要会包含几个，就是水深资料杂点的滤除，然后还有水深资料的修正。那水深资料修正这边包含了槽位，然后深度剖面，然后还有仪器的那些架设的偏移参数跟patch test，还有整个船只的姿态。那船只的姿态这个呢，我们会就是利用后处理的姿态解去取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不好意喂，思，好，请说，不好意思，老师。问一下，我们是有问题是及时问，还是要等一哎，下可以，可以，结束好，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有问题可以直接打断我，没有关系。？OK，嘿，我好，帮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不知道就是对，有问题就直接发问，OK，好，然后再来就是包含第三个就是杂点的细部滤除，就是更精细的去滤除那个水深资料的杂点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分析每一次水深处理的精度，然后我们就会去做检核线的一个分析，然后看它的一些差值资讯是否有满足就 IHO 的特等的规范这样子。那再来我们最后就会产制港区的水深记录档。那水深记录档这个就是点云的部分，那数字成果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缴交的那个有的会要求要缴交DEM 这样。那启明，我可以请教一下吗？听得到吗？好，想问一下，像这个步骤，你就是照这个顺序走就对了，对不对？就是第一个步、第二个步骤的第一个，你会先走槽位修正，再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它在这个是因为一个流程化的过程，所以我会这样子写，但最后在软体的时候，它会包在同一个步骤里面。我等一下介绍软体的时候会讲，对对对，因为它新版的有改版，所以它会包在一起这样子。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好，那这边呢，就是当我们打开 Keras 的时候，大概会看到，看到这些，诶有，有看到我的滑鼠吗？没有，好，没关系。呃，现在有看到滑鼠，就是那个镭射笔的部分吗？有，好，又不见了，诶，哦，现在这样应该有。好，那我们首先打开这个 Carries 的时候，它就大概会长这个界面。那这个是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专案档，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作业显示区这边就会有我们的那个网格的，就有我们这个场域的一个资讯这样。那最上面这边就是一些选单列的部分，它有很多的功能可以从这边去选取。那再来中间这个红色框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工具列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在使用这个软体的时候，有很多功能是从这边去点选。那再来看到左手边的这个绿色的框框呢，是我们就如果我学过 GIS 都知道，就是如果你要去做 GIS 的事情的时候，它会分很多图层，那所有的图层会在这边展现。那这边包含的就是因为这字比较小，反正到时候这个 PPT 我会再提供给大家，那大家或者是说大家在执行软体的时候可以再去仔细看一下。那这边有包含就是整个申诉的一个应该说水深资讯的一个点云，然后还有它的侧线 track line 的部分，那再来下面这些就是我们到时候会产生的一个网格这样子。那在接下来下面的这个框框呢，它会有一些有看到这个是 project，然后还有一个 active track line 的部分，就是当你去选它的时候，它这边会出现的一些资讯。那下面的这个黄框框这边呢，就是
会显示我们一些状态列，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软体里面啊执行任何一个步骤的时候，它这边就会显示资讯。比如说你在做改正的时候，它这边就会说哦正在进行改正。那或者是说我们在产制网格的时候，这边就会说正在产制网格这样子。那这边呢，同时间我们可以在这个作业显示区里面去选取，比如说你想要知道这一区的一个资讯，比如说它的 TPU 是多少，这个部分的点云的 TPU 是多少，或者是说，这个地方它的三维坐标是多少，那都会在这边显示。TPU 就会显示在这个 TPU Analysis 这边。那三维坐标，就比如说，如果你选的这个区块，它就会把这个区块里面所包含的网格点，它的坐标。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坐标系统是在 TW97底下，那就会显示在这边。那最右手边这边呢，就是当你点选每一个图层的时候，它会图层的一些属性资料会显示在这边。假如说你选择的是深度，它就会把最浅的深度跟最深的深度会显示在这边。那这个 color 呢，可以去改变不同的波段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 overview。那接下来就是一些细部，我会再详细的去讲解这样子。好。那当我们要做这个水深资料处理的流程，就是刚刚看的那张图的流程之前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船只资讯档的设定。那船只资讯档的设定呢，就是如果大家开启软体，就会看到一个这个像有一条船的这个东西，那它的功能叫做 Vessel Editor 这样子。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先去建立我们这一次作业的船只资料。那就去点选它之后选 New， 那就有这一个网格出现，就是这个设定的步骤出现。那这个 Vessel File 你就自己去指定你的路径。那要注意的是这一个日期的部分，就一定要在收集资料日期之前，比如说你是9月1号去做外页，那你这个船只资讯呢，一定要在9月1号之前，比如说8月31啊或者是什么。那我自己是固定会就设定某一年的1月1号这样子。就都可以，这个没有硬性规定这样子。那再来，我就是选择去说我们的这次的测量类型是属于什么。那因为我们目前在做都是多因素嘛，那我们就选 multi beam 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们选完 multi beam 之后呢，那我们去设定我们的多因素的声呐的资讯。那因为我们是使用 NoBit 的 IWBMS 这一台型号，那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不使用双音鼓，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所以这边选1。那这边选1之后，你就发现下面这个 transducer 2呢就会被反白起来。那这边接着就要输入，就是说我们这个音鼓呢主要有几个 bin。那我们这个NoBit 这台是512 bin，那就在这边把它输入。那在模型的部分，因为我们就直接选 NoBit 的 WBMS， 因为为什么它这边没有 I， 是因为它这边是单纯选声呐而已。那因为我们加这个 I 的话，是指说我们这个有整合，就是 Aplanis 的那个 POS 系统，所以整套叫做 IWBMS。那如果是指声呐本身的话，它就是 NoBit 的 WBMS 的这个型号。那我们的工作频率是在400 kHz 512 bin， 那 model 就是选取这一个。好，那再来就是运动感，就是 motion sensor 的设定。其实我们这一颗声呐，它的 motion sensor 呢，就是由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老师请说。400赫兹的 K 赫兹，那它是完全只有400吗？我们的不是在没有，还可以调哦。因为其实我们这一颗的工作频率，是在200到700赫兹。那因为我们目前400赫兹是它的中心频率。那如果假设说你今天不是要测地形，你是要去测一些特征物的话，那可能就要打高一点，就是频率打高一点。你可以选700，这样。700就是杂讯会比较大嘛，对不对？因为它但是就会比较细。对，会比较细，它杂讯会比较多。对， OK， 然后如果你要打很深，200频率就可以打比较深嘛。对，如果你调到200，就是你要打比较深。那因为我们目前应用的场域，这个水深都还在，我们可以就是不会打不到的范围里面，所以我目前都是以中心频率去设定，就是400 kHz 这样。OK， 好，谢谢。对，所以是这样子。对，那200跟700也可以在这边选。对，这个待会我会在实际操作也是给大家看。那这个 motion sensor 的部分呢，它就是去选说，我们这艘船有记录了哪些，就是跟姿态有关系的。那因为我们全部if roll pitch 都有记录，所以
这边都打勾，然后要不要在后处理把它 apply 进来，当然是要，所以这边全部都勾起来，这个就比较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其他的设定，然后它这边我们要勾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做申诉改正，所以这边就打勾。那第二个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 dynamic draft 就是说所谓的动态吃水。就是说，当你的船只速度跟你的那个船只速度不同，你会有动态的吃水。但因为我们这个是无人船，所以不太会有这个东西。那如果假设说是像利劲号或者是一些海盐研究船的话，他们可能就必须要选这一个 table， 然后你去给就是你们这一艘船的一个参数，这样子动态吃水的参数。然后再来就是这个waterline 的 variation， 那因为我们的吃水其实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因为我们重量也都固定，所以这一个也不需要打勾。但这个如果要勾，就是说当你的吃水线会变，比如说你每一次的筹载不一样的话，那你这个也需要把它打勾起来。那因为我们的应用相对比较简单，船只也都不太会有变动，所以我们只需要把第一个是不是要做申诉的改正打勾就好了，这样子。那它申诉，当我们打勾这个申诉的改正设定呢，它会跳另外一个就是 sound velocity 的 correction， 就是出来。那它这边就问你说，哦，这个我们的声呐是不是有什么角度的 offset 啊？然后或者是说有偏移几度啊？那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出厂前它都已经预定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这边呢完全就都不用去做勾选。这个是除非说你真的声呐在装的时候有去特别的角度，那你再需要在这个表里面去给定这样子。那这边到这边如果都 OK 的话，就按完成这样子。那完成之后呢？完成之后就是会有先到这边我先切一下那个。再问一下问题。那好，刚老师说。前面那一张那个，如果是用桃园那个客家号，需要做修正吗？老师你说哪一个部分？第六个申诉改正设定。不用，也不用，因为其实我们装的都一样，所以这个都不用勾，我们也没有特别把它装就是反边或者是怎么样。对对对，所以这边完全都不用。对，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无人船，不管是我们自己的 Art Pro， 或者是说跟桃园老师那边的那个客家号这边都是一样的设定，所以我这边才没有特别去说，如果是用哪一台船要怎么样去设定这样子。好，那如果用小艇需要吗？也不需要。也不需要，因为其实小艇我们也没有装角，其实这个就是角度的问题啊，就是它装的角度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声呐通常都是正装嘛，所以对，都一样，都不会有这个角度偏差的问题，这样子。了解。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我切一下那个，切一下另外一个画面。诶，小，它断掉，稍等一下。嗯，好，等一下哦，我这边自己的画面不见。请您不好意思，我想学长你说。就讲一下那个嘛，就是为什么它两个不用打勾啊？好，OK，好。那我这边再讲一次，等一下哦，我再共用一下，这样大家有看到投影片吗？有。好，好，我用一下那个画笔，等一下哦。好，那学长，你问的是这两个地方嘛？那这个地方呢，第二个它主要指的是说，你会不会有动态吃水的变化？那我们所谓在我们的船侧会有动态吃水，就是说当你的载具的筹载会有变，比如说像大船，它如果油料减少了，它其实会往上浮。
它吃水会有变动，所以然后这个主要是对于速度啦，就是说当你速度可能你开比较快的时候，船身会倾斜起来，所以它这一个第二个主要是说哦你的动态吃水跟速度的那个关系，这个。那因为我们我们的无人船也都开很慢，所以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对，那所以像那个 draft value 是什么？是它的一般的初始值吗？对，就比如说你原本吃水是多少，然后它开到一定速度之后，它可能吃水会有变化。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水线会不会随时间变动，这个就比较像单纯的动态吃水这样子。可是不是应该是会吗？水线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变动，因为我们都是固定的重量，所以吃水是一致的。就是你这个吃水是指那个你整艘船的吃水，因为我们的无人船它重量什么都不改变。可是如果浪比较大，不是会有变还是不会？浪主要会靠替补去修，它跟吃水线就没关系。OK。那如果我们装2颗电池跟4颗电池的时候，需要修吗？这个其实我们有去，这个就是说你装就是阿特的部分啊，因为我们通常4颗都上去嘛，那你就去量吃水线，然后你如果2颗的话，就会变成说，我们会再改我们的那个吃水，我们会直接给定义它一个值，比如说，我这样举例，比如说我们装4颗的时候吃水30公分，那比如说我们装2颗的时候吃水28。那你这边28，它就是一个死的数字，就是说你从头到尾整个航程都是28，对，这样。这个会在哪里修改？之后那个对，之后会有一个数字会需要我们去填，这样。了解。嗯，好，那我这边等我一下哦，我分享另外一个画面。嗯。大家有看到那个软体的画面吗？有。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在这个软体的最左边的这个，就刚刚的那个符号哦，因为我都有帮大家把这个符号做出来，就是大家去打开的时候去对应的那个符号找，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功能这样子。那这个 vessel 就是它打开就是长这样。那我们去就是新增这边刚刚都有讲过，那就是随便给它设定一个，然后日期也先不管它，然后 Multi Bin，然后这边我们用的是512，然后去选它的 model，那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有很多，就像刚老师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用200K 赫兹有没有200K 赫兹的可以选择？那这边还有一些 Nobit 它不同的型号 ，Standard 就是说它的那个开角是0.9乘以1.9，那它有 Narrow 就是它的那个开角比较小的，那因为我们的本身就不是这一型，所以可以忽略。假如说，除非说我们之后有借到其他的仪器啊，或者是什么，因为它这边有很多有 Rason 的啊，然后一些Kongsberg 对，然后还有这边还有那个700，我刚刚讲的那个700。假如说你要做更细部的一些特征物的侦测，可能我们会达到700赫兹，那就看当下的那个作业的模式，然后去选择。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做水深嘛，都是属于地形的部分，所以我们就选它的中心频率，就是这个400K 赫兹，然后512个 bin 这样。然后这边就是都把它打勾起来。然后下一步就是只勾这个，那这个刚刚2个我已经有解释过，那就是除非说我们之后有做其他的应用啦，那不然基本上就只要勾这个就好。然后因为这个都没有动，然后就按完成，它就会有一个就是 editor 就是这样子，会大概是长这样。那
这边的话就会包含就是 transducer 啊，然后 navigation，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好，那我这边就先再跳回来简报的部分。好，大家有看到简报吗？有看哦，好，OK，好。蓝鸟，你不是在图书室哦？我是啊，但是我用手机，我用手机听他的声音。难怪你开声音的时候就会那个谁啊，启明讲话就会变成是在空旷的地方真的吗？啊，好像他会从你的手机收音。好，那我继续喽。好，那再来，我们刚刚把那些前面的那些有点像是整个测量的形态，还有多因素的模型都设定好之后，那我们这个步骤就是要来设定你整个船只的大小，就是说整个船只的形状要把它设定起来。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你的长、宽，然后还有高，去把它量起来这样。那中间这一个，我等一下，我用一下那个荧光笔。好，中间这一个，正方形的这个黑色的啊，就是说我们就是把它当做是船只的中心点这样。那其实因为我们 ART 的就大概是长这样嘛，那它因为Keras 里面它的船型就都是长这样，所以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 ART 前面刚好有一块那一个就是前面的那一块板子，所以我就以那一块去起算，所以大概会抓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尺寸。那这个中心点呢，我就直接把它除以2，这样子除以2去做计算。然后这个高度也是，就是它原厂给的，就是我就去把它算一算这样子。那算一算之后呢，我们就会这个软体就会有一个这个图，然后如果这个图没有出来呢，代表说我们的船体尺寸可能太小了，所以它在软体里面没有办法显示。因为我们之前在做 A6那一台的时候就有发现这个问题，那你只要把它等比例放大，它就可以出来了。那这些数值呢，不会去影响我们后面水深的一个计算，它其实只是抓一下整个中心点，然后还有等一下的那些仪器的相对位置而已。所以重要的是仪器相对位置的那些参数的给定。对，那这个如果也是等比例缩小放大是没有关系的，不影响后续计算。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比较重要，就是我们各个感测器的一个相对位置的设定。那这边讲一下，就是 Keras 里面它船只的坐标系统的 X、Y、Z 轴分别是 X 轴是针对那个左右舷的方向，然后向右是为正。那 Y 轴的话就是船头船尾的方向，那向前为正。那 Z 轴呢，这边的话是以水线为0，就是我们的吃水线为0，然后向下为正，这样子去做计算。那原点呢，它这边会给一个叫做像这张图所提到，就是 reference point。那这个 reference point 呢，通常是船只的中心或者是说重心。那你不要取在这边，可不可以？也可以，只要你自己知道你这一个坐标系统的原点是参考在哪里就可以了。然后因为我们的 ART Pro 它是比较小型嘛，所以这个原点就是我也是大概抓啦，就是像他们如果是像全华他们在做外业，就是其实也是大概抓一下那个就是船只的那个中心点在哪里，然后大概量一下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这坐标系统是左手左旋。对对对对对好，对，所以婷宇在做那个的时候，他才会需要做坐标转换。对，他在做那个自己写的时候需要再换过来。好，OK，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所以他那个参考点，它参考点会是正的，对不对？以这样子来讲，因为水线是0嘛，所以它应该是正的。对对是。然后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小船啊，其实我有大概去抓过，其实我们那个 reference point 会有点接近那一个水线。
就是说你一个浮体，它通常你那个水线的地方会接近它的一个重心的部分，对，就是比较小一点的，所以我就是这一个的部分啊，就如果学长说你应该说是负的，因为它是向下为正，所以它应该是负的，它如果在上面的话是负的，下面的话才会是正的。对对对，所以要注意一下它那个正负号，我这边都已经有帮大家写出来这样子。它的 XY 会是参考点 XY 会也是0吗？对，参考点是0，就是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那个 reference point 的，就是在 XY 轴的0，那 Z 轴就是在水线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有去量过那个阿特，就是我们的那个参考点刚好会落在那一个水线上，所以以我们的 case 是参考点都在 XYZ 为0这样。OK，那个客家号呢？客家号也差不多，因为我们每一次做的时候都有去量。OK， 好，嘿嘿嘿，所以大概会差。我觉得比较小的船比较没有问题，那大船的话我就不敢说，因为大船的话，他们可能就要真的去很大那种船，可能真的要去那个应该说用全测船去测它的那个船只中心的位置。那我们这种小船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不太影响。可我有个问题，像实际上你在量，你要怎么量？我们是用那个卷尺，因为我会知道我的 reference point， 因为 reference point 是自己定义的，所以你会知道水线到 reference point 的距离。可你怎么知道水线在哪里？水线就是我们的那个当下湿水的那个水平面。所以你那个可是那量不是应该会有一个就是不是那么准嘛？我们大概抓一个。对，大概抓。因为我们的小船我们几次量过都不太变动，所以我就会直接把它假设在原点上。以我们的无人船为例，我们的船的 reference point 你是定在哪里？不是说我们是自己定义的吧？我们是定在哪里？对，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因为等一下会讲。对对对，好，那这个的这边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继续往下讲。好，没有的话就是在刚刚的那个界面啊，有一个那个 active sensor，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有点像 WiFi 那样子的图案。那你可以把它点开，这边可以去选你说，你这一次的那个作业是有哪些 sensor 是需要被记录，而且你需要给定它资讯。那通常呢，我们就是这几个声呐嘛 ，transducer、navigation 就是我们的定位天线，然后还有 gyro、pitch roll 是 IMU。那 HIF 的话呢，如果是以业界他们在做，就是他们会有一颗 motion sensor 嘛。那以我们的这一颗那个多因素来讲呢，其实它也是靠它的那个 IMU 里面的那个仪器去感测。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SVP 的部分，这样。好，那刚刚学长提到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reference point 啊，怎么去决定嘛？那其实在接下来就是刚刚大家看到那个 Vessel Editor 下面有很多个，就是我们选完我们的 Active Sensor 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给定它的 X、Y、Z。那这个的部分呢，因为像以我们那一颗音鼓，它自己有一个参考点，就是在它的一个叫做 Bracket Center， 就是我们的那一颗音鼓最上面它是一个平面，那它抓那一个平面的中心点当做它的参考点。对，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小船，不管是阿特或者是客家号，我们都以那一个平面的中心点来当做 reference point 这样子。好，那这边呢，就是我们位置要去设定嘛，所以刚刚的那个 X、Y、Z 就分别把它填进去，就是各个的那个各个感测器的那个相对位置，那就是相对于你的 reference point。那这边的话呢，这个参数在那个 NOBIT 的那个使用手册都会写。那有关于我们这边会用到，比如说是无人船的使用手册啊 ，NOBIT 的多因素的使用手册跟现在我们 Keris 的那个使用手册，我后续会再整理给大家，就是也会有一个云端的 link， 那大家就可以。就比如说有问题的话，因为里面写的比较详细，那我今天只是会讲一些我们
就实务上会用到的。那如果对于里面的一些细节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参阅这样。那可以看到 transducer 这边还有那个 pitch、roll 跟右脚。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后续要去做那个所谓的 patch test， 去需要律定的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装设的时候其实还是多，虽然说安装的时候觉得都是0，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角度的偏差。那个在后面的patch test 会再算，然后算好之后会把值 key 进来这边。好，那这边讲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会使用后处理解，那所以呢，在那个功能这边会有一个叫做 add navigation source 的部分，那我们可以把后处理的解加进来。那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Applanix Postpack 所计算的，它的成果档就叫做 SBET， 就是 SBET 的这个档案，那就把它打勾，然后加进来，它就会在 navigation 底下出现了这个 Applanix SBET 的一个那个东西出来。那我们在你要在 navigation 设定这些 XYZ 也可以，那或者是在这个Applanix SBET 再去设定它 XYZ 都可以，因为这是我测试过，我觉得有人是说一定要加，那我觉得不加，你直接在 navigation 这边去 key in 它的 XYZ， 然后后续再把后处理解汇进来都可以啊。我自己测试的结果是这样，那只不过因为要教学，所以我还是把就是大家认定比较正确的做法就跟大家讲这样子。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在上面先设，对，不是，正确的做法是就我跟业界几个就是志强跟全华他们讨论过之后呢，如果是以全华他们的做法，他们会勾这个，就是先把它勾起来，然后在 Applanix SBET 里面去设定 XYZ， 那它原本的 navigation 这边呢会保留0，但我测试过其实没有差，因为它最后的这些 offset 值都会被吃到我们的水深资料里面。是。所以我觉得没有差，改这2次。对，所以不能2个都要设置，你要就是加它。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你要就是把它加进来，然后你在 Applanix SBET 这边设定 navigation 留空，那它就只会改1次。那如果你这2个都设定的话，就会改2次这样。那我也可以不要把这个加进来，我就 navigation 我就直接 XYZ 直接设定，不加这个。然后，但我在后续，因为后续还有一个可以 import， 就是后处理解的部分，那把它 import 进来，你的 navigation 这边再去算就好了。所以我觉得2者都可以，对，这是我自己的测试的结论，这样。OK，只是这个在user manual 里面也有提到这一块啦，所以我想了想，还是把它放上来这样子，反正大家都可以去try看，这样我已经自己有试过了，我的结论是一样的，好，那我就继续。好，那这边因为我就只先列一个那个 transducer 出来，就是它的这个部分，那它其实很多就是 navigation 啊、gyro、heave、pitch、roll 这边都要去设定，但都一样。其实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注意这个 SYZ， 就是这个相对位置要设定对，因为如果你这个船只的这个相对位置呢，一旦给错，那当你的侧线有来回的时候，它就会有可能有误差，就是你可能会 double 或者是抵消，通常都是 double 啦。如果你設定錯的話，會 double。比如說你有一個特徵物，它就會錯開。那錯開，有時候是因為patch test 的問題，那有時候錯開是因為你傳資資訊檔給它，然後你給錯，所以才會導致說，最後我們的點雲裡面的那個特徵物是錯開的情形，就是移位的情形。我问一下，不好意思，那个 SYZ 啊是怎么拿到那些值的？好，这个 SYZ 啊，以我们声呐，因为我们的声呐主要有3个点，一个就是声呐主要参考点，那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声呐最上面那个平面的中心点，那这个是原厂它的律定数值。
对，那你比如说像navigation 嘛，你的天线，你距离那个是多少，那个就要去参考 Arthur Pro 给的，因为那个天线的位置是在 Arthur Pro 上决定的。就是我每一艘船的天线位置都会根据你的船体而变动，但你多因素那一颗本身，比如说 IMU，然后你的声纳中心跟你的参考点那3个的位置相对位置是不会动的。所以如果不同的船的话，其实是需要去改这个东西。那因为你的 reference point 也会也会改啦，所以就是要再确认一下。Arthur Pro 我是直接把它设定在刚刚讲的那个 Breakage Center 的中心。那特加号因为我们的声纳装在前面，所以我的那个 reference point 我就抓在船中心。那因为我们 Arthur Pro 它的是装在后面，然后因为屁股比较重，我有跟有询问过原厂，他就觉得说我可以直接把那个 Breakage Center 当做是整个船的重心的位置。所以大概是这样。那为什么你的 Z 不会是为什么你的 Z 是正的，是不是负的？这个的是因为我们的声纳参考中心会在我刚刚讲的那个 breaking center 的下面，那它往下为正，那它里面刚好给定的就是7公分，所以我这边给0.07。所以它不是看吃水线就对了。这个没有，其实是啊，因为我刚刚说我们把我们的那个 reference point 其实跟吃水线很贴近，对，所以其实你要说它是往下7公分，对，往下7公分，对，嘿。好，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继续往下讲咯。好，那我就继续往下讲。那最后呢，我们这个传资资讯档还要设定所谓的 TPU 的 value。那这个有很多东西呢是仪器规格，就是比如说它的定位误差啦，它的motion sensor 有多准啊。那很多设定的依据就是仪器的规格。那下面有很多看到所谓的经验参数的部分，这个是主要我从那个全华他们提供的一些报告里面去截取出来的。因为如果你去 Caris 的网站上面找的话，它只会给你大概是前面这几个仪器规格的部分，这个参数值对应你的，比如说你的IMU 的型号，像我们是 POS MV， 那它就会你就会找 POS MV 的型号，然后把这些数值把它 key in 进来这样子。那其他的就是会是一些经验参数的部分。然后这个 Delta Draft 这个其实也就是动态吃水。那因为我们无人船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边的设定是0。好，然后这边就没有所谓的设定依据。然后再来就是潮汐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在就下面的这一个部分，潮汐，然后潮区，然后跟我们的声速剖面，这个是在我们进行潮位改正跟声速改正的时候才会去设定，但因为他们都牵涉到 TPU 的计算，所以我这边一并也把它列出来，不然就是在这个界面下，你只会设定到 MRU align STD 的这一个参数而已。对，那下面这一个是我们在进行改正的时候才会额外再设定，但我这边就把它放一起这样子。嘿，所以钛的改正这个等一下还会再讲，所以对，也会再讲，对。好，那我等一下再问好了。好 ，OK。好，那我这边的话，我一样再切回去刚刚的那个部分。我再切回去。为什么这里没变？大家有看到我的那个电脑的画面吗？有，好 ，OK。好，那刚刚其实我在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transducer 你要去设定嘛。那
这边大家看可能有点小啦，就是荧幕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有一点小，这样子有比较大一点嘛？我把它全荧幕。好，反正就是我们刚刚设定好之后呢，刚刚有讲到，再来就是设定这些船只的形状嘛，那你就把它 key 一 key 之后，就把它的那个些长宽高啊那些都 key in 进去之后，那再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设定这一些XYZ 的东西。那 navigation 呢，一样是 XYZ 这个东西。那刚刚讲的那个 active sensor 就在上面这里，就是去把该加的东西加进来。那这边它这边漏了那个 TPU value，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是软体本身的问题，它有时候你 TPU value 这个就算你加进来，它到时候你存档的时候它还是会不见，所以就是你这边加进来了。然后你等一下存档的时候，你再把它打开，它有可能又会不见，所以在做的时候要比较小心这个东西。那如果比较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用我现在给的直接去改，因为我现在的版本这个是我现在的那个传资资讯档，这个都是有的，对。然后如果我需要更改的话，再来这边做更改就好。然后 navigation 呢，就是刚刚这边有这个符号，就是加入我们的后处理解，然后就把后处理打勾。然后后处理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你是 post back 算的，然后还有什么 post direct 这个我不太确定。这个 direct 的这个意思呢 ，group one 这个意思就是它其实不是后处理，它这个是我们现场的 RTK 定位的解，因为它这边是写 direct 嘛，所以就是 apprentice 的 post 直接输出的，那所以这个我们不会去选它。那有的是你自己要制定格式，比如说不一定每一个厂商都是用 apprentice post back 解出来，它可能是用 IE 啊或是什么，那所以它会自己定义 ASCII。这个在跟全华他们请教的时候，他们是用这个 ASCII 的格式，那我是用 TerraPost 啊，那 Novatail 去解的啊，然后什么 NavLab 啊、Starfix 这些东西都有。那这个可能就是之后遇到不同的资料的时候再去说。那比较可能我们可能会后续会遇到应该是这个 TerraPost 啊，因为后续如果我们是买 TerraPost 的这个软体的话，可能就需要是加这个 TerraPost， 而不是加 Apprentice Post Pack 的这个东西。OK，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都去把它设定好，就是 HEIF 的话，它会一样有 XYZ。那 HEIF 的话，其实我直接就把它设定在 IMU 的中心，因为以我们这一个仪器来说，它就是在 IMU 那边去记录所谓的 HEIF 的资讯。然后 TPU 这边呢、就是我们还要再去建立这一个 offset。那它这个 offset 主要就是MRU 就是我们所谓的 IMU 到 transducer，然后这边是 XYZ， 这个可以再把它拉开，就是 XYZ， 然后你的定位天线到你的 transducer， 然后也是 XYZ 这样子。那刚刚所讲的，你那些定义的那些standard deviation 啊，会在这边，就是输入的东西，它会这边会有一大堆要输入的东西。那最后就是到这个 MRU align 的这个选项。那这边主要是用于后续它去计算 TPU 的功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船只呢，就是那2台的船只我都已经设定好了，所以大家都是可以直接去做使用。我有设定一个比如说像不是这个，比如说像 Art 的话，我这边就有一个在 Vessel 这边就有一个 Art Pro 的这一个 HBF。那如果你是使用 Art 呢，就可以直接用。但是现在有一个那个还好，因为我们的前面那个定位天线比较弯，但那个是跟现场作业你去设定那一个2个天线的基线长有关系，跟这边的传资资讯设定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只需要后面的定位天线。然后
客家号的话也有，但不在这台电脑上。对，反正这两个后续的这个传知资讯档呢，我也都会摆上去，然后让大家去参考。然后比较需要留意的是客家号，因为客家号虽然说它看似组装在同一个地方，但我们每一次出去外夜的时候，我们都会再确认一下它的相对位置。就是客家号，我觉得比较需要每一次都去量一下它的那个装设的地方是不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大概都是用肉眼去对而已，所以客家号如果后续在执行作业的时候，都可以再量一次，确定一下它各个那个仪器之间的一个相对位置这样子。好，那不知道就是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资料都还没处理之前的第一个步骤，但我觉得会影响后面还蛮大，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是这边没有弄好所出现的问题。对，那不知道这个部分这样子，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请教或发问的？如果没有，我就继续哦。那你等一下会讲到怎么去量吗？怎么去量吗？其实我们在现场就是我们会带，像我之前跟廷宇，我们就会带那个 EDM 嘛，EDM 去量，那再搭配卷尺，因为其实我们的船体算小啦，那个只是说我们为了谨慎一点，我会觉得客家号需要量啦，对。那你不量当然也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不量那个顶多可能差个2、3公分、3、5公分这样。对，因为我觉得就我看过业界他们在量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已经算好很多了。我说他们那个量测的人为误差啦。了解。对对对，只是说因为阿特是一体成型的，所以它的那些尺寸对我来讲我比较信任，所以我不太会每一次去 check 这样，但吃水我一定是每一次会 check。这个大家在做外业的时候可以再留意一下，就是你的水线跟你的那个 reference point 之间，就是吃水到底是多少，就是可以在每一次可以再 check 一下，这样。好，那我就继续简报的部分。我的简报不见哦，这里。有看到简报吗？好，有哦。OK，那我好，那我继续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进到我们终于要那个资料汇入的地方。那资料汇入呢，就有一个这个像也是像 WiFi 的东西，只是往下打。那它叫做 Import Sensor Data。那这个在每一次软体打开的时候呢，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符号。那如果你在那边没有 import 的话，它在刚刚最上面的功能列呢，也会有这一个图案，那你就去点它就对了。那点它之后呢，我们去选择我们要的档案格式。那如果是用 HiPack 记录，那它的资料格式就会是点 HSX。那如果说像我们之前用那个 NoBit 它本身的那个软体我记录的话呢，它是最标准的水深资料格式是点 S7K。那点 S7K 呢，你就不是去选 HiPack，你就会去选那个 Teledyne， 就是 Teledyne 就是也就是 Keris 的这一家公司这样。好，那选完之后呢，它旁边呢会有一个小齿轮，那小齿轮的地方你再把它点开，那点开就会有一个这个画面。那这个呢，他就会说，你要 convert 的那个水深是什么？那因为我们是 multi beam 嘛，就选 multi beam。那我们如果没有要做 side scan，就不用转，那就是 none。那因为如果是 side scan 的话，通常是会存在这个 S7K 最原始的格式里面。那点 HSX 主要是有水深，那所以你这边就算要让它转 side scan，它也会跟你说，没有 side scan 的资料可以转。这样子，所以这边我们都是维持它是 none 就可以了。那这里有一个那个声数，那声数就是先给它一个定值。这边我有看人家给1500，
1503还是什么的，对，都可以，这边不影响，因为最后的申诉还是会依照我们给定的申诉剖面的量测资料来做，只是说这边先给这个软体一个就是参考值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我自己的习惯是设定1530，这个是也是跟几个就是全华自强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就是设定的。我有看过1500的，1530都可以。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水深的这个资料呢，跟我们的，因为在 Keris 里面它都是用 GMT， 或者是说你说 UTC 也可以，那的这个时间系统，所以要去注意说你那个时候收集的，你是以本地的时间，还是你是以UTC 去做设定？那最一开始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设定，这边就会是0。但我们使用 HiPack 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本地端的时间，所以这边要去设定8，就是我们跟那个 GMT 的time shift 是8小时，这样子才可以跟你后续的，比如说你的 GPS 的那些解的时间系统对得起来，这样。然后它这个下面呢，因为它这是一个滚轮，就是它主要设定的呢都在上面这边，然后拉下来，我觉得比较可能会用到的就是这边可以大家看到的是 Transducer One 的 Angle Filter 跟 Range Filter。这边比如说这个会什么时候用到呢？假设说我一开始作业的时候，我的开角我开了150好了，好，那我后来发现说，哎。150可能130之后的资料都很差了，但我不想要每一条射线都去自己人工编修，那你可以在汇进来的时候，这边就把它限制住，比如说你就限制到130，或者是到120，其他的你就不要了。那在汇入的这边也会直接帮你砍掉。那 range 就是说你这个声速出去的 range 多少你不要，但这个要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用到的几率，就我目前为止我是都没有用过，我只是说这边提出来跟大家讲说，哎，如果之后你们想要就是处理的方便，就比如说像我刚刚提的那个状况，你就可以去设定这个角度，然后在输入的时候就把它滤掉，不要再人工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好，那不好意思，这边我问一下，嘿，老所以那个 师请说。range 的话是 nadir 方向那个 range，对，内的方向的，嘿。对，就正下方那个 range。对，正下方的 range 就是声速打下去正下方的 range，哎，但因为这个我觉得比较难去给定它你想要 filter 多少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人的应用会用吧，但我到现在是还没用过它，对，但也就是让大家参考一下。那其他的有一些呢，就是细节的话，我觉得可以到时候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参阅那个 Keris 里面的那个user manual 再去看。但因为对我们来讲是不太会用到的，哎，那有兴趣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些细节。好，那再来就是下面这里，就是说我们选定好你的格式，然后这边格式里面的东西都设定好之后呢，我们就去把档案读进来，然后就按这边上面有一个加号，然后就看你的这个 file 弄在哪里，就全部把它丢进来，就是你所有要算的测线，包含主测线、检核测线、patch test 的测线，还有一些离离扣扣可能你觉得会需要用到的，就都把它丢进来就对了，反正之后可以删，因为对我来讲 Keris 这套软体，你先把它加进来，再删掉，会比你要后面把它加进来的简单。因为我觉得它的软体没有很稳定，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少选了，你要再把它加进来，我遇过很多次专案就直接挂掉，或者是它加进来就会产生错误的状况发生。所以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这边呢，第二个就是那个这个Keris 里面它会存它自己一个特定的格式叫做 heaps， 所以它会点 heaps。那你这边就是去设定你这个 heaps 的档案你要放在哪里。那有 heaps 的这个档案，其实就是说你比如说跟别人交换，它其实有 heaps， 有你的这个 heaps 的档案，它就可以看你里面专案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看你们自己喜欢放在哪个路径就放在哪个路径。好，那再来就是这个 vessel。
就是说这个传资资讯呢，刚刚讲很久，这个就是在这边要输入，然后这个一定要在这边输入，后续输入就没有用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在这边把它读进来，除非你的 raw data 里面就含有传资的资料。那就我所知 ，Kongsberg 它的仪器，它收进来它的 raw data files 里面会包含了传资的讯息。所以如果你是用 Kongsberg 的仪器的话，你这个 vessel 你加不加都无所谓这样子。那最后呢，这里有一个 surface 就是说它会就我们input 的这些侧线呢去产生所谓的网格面，它是一个那个variable 的网格，它不是一个规则网格。那这个呢，通常我会 create 啦，但就是多一点时间。那如果你不 create，就是单纯丢进来，就是所有的侧线资料这样子。那我会把它 auto create 的用意是在我可以输进来之后，我可以大略看一下，哎，我们这个资料大概是长怎样，所以我这个都会把它选 auto create。那另外一个选项是 none 这样。好，那输入进来呢，就大概是长这样。那我这个是雅果的资料，我当初就先丢了4条，我看到4条侧线在这边，然后这一个网格面呢，就是它一开始帮我们产制出来的，就大概会长这样子。好，这个是资料输入的部分，应该比较没有问题，这个我应该就不用去再开那个软体示范，因为输进来要时间。那如果说大家后续在操作的这个步骤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讨论。OK， 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跟刚刚一样重要，就是刚刚的那个传资资讯一样重要的步骤，就是所谓的这个 georeference bathymetry 的部分。那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就是它长这样。那也是在刚刚的那个工具列里面。那这个功能呢，主要是做什么事情？其实它就是做直接地理定位。那以前我们学过那些空载啊，它都有这直接地理定位的概念嘛。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就是把所有的水深点云呢，都直接地理定位到就是绝对的坐标上。那这边 input source 我们就是选 all track line， 或者是说你只有其他的想选。那你可以你这边把它打开，它可以，比如说你自己有选择，你只要改几条，那它就会有另外一个选项叫 selected 的 track line。但一般来说，我们这边是全部都全选，就是 all track line 都把它选进来。那再来下面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要不要去做声速改正？那这个是一定要，所以就打勾。那你要不要去计算你的total propagate 的 uncertainty， 就是 刚刚的 TPU？ 那这个我们也是要的，因为后续分析我们需要这个 TPU 的数值，所以也是把它打勾。那这边讲一下，如果刚刚你的传资资讯档没有输入进来的话，那你即便勾这一个，你按OK， 他会跟你说哦，你缺少传资资讯档，所以他没有办法计算 TPU。所以刚刚的那个输入的部分呢，你要记得就是传资资讯档一定要输入进来。好，那再来就是垂直基准的部分。那垂直基准呢，如果我们是做传统的水深测量，那我们当然就是垂直基准由你的槽位资讯来给定。那它有3种模式，一种是 none。那 none 的话呢，就是以你仪器当时候的那个面当做起算面。那因为我们这个不用啦，因为我们其实在做都需要到绝对坐标。那所以我们会选的就是只有 tide 或者是 GPS。那当你选择 GPS 呢，就是做那个水深现代化，或者是说有另外一种名词叫做无厌潮水深，对，反正就是这2种去做切换。那这边输入进来之后呢，它下面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设定。问一下，它的 tie 代表就是 tie gauge 就对了。是，没错，对，没有错。就是如果你是选 tie， 它下面就会要你这边有 tie file。这边，对，这边我刚就是这样顺下来讲这样子。那这边呢，它下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资讯需要设定，那就是我一个一个慢慢讲。那这个 general 就是说，哎，你有没有 vertical offset？其实
它这个 Keras 的系统里面啊，它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设定这个 vertical offset，因为其实我们做水深就是在做这个垂直向的这一个结算，那它可能怕你可能哪里前面不小心设定错，你不小心你可能不想要重来，所以它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设定这个 vertical offset，包含你最后输出资料的时候，它还可以再让你有一次 vertical shift 的那个方式，所以。假设说你发现你哪里做到一半，然后或者是资料已经做到一半了，他发现你哪里有问题，所以你可以去改这个东西。那我这一个会用在什么时候？就比如说我在做 GPS 的时候，那因为我们的 GPS 解算不是那么稳定，因为会受到遮蔽，所以航线跟航线之间呢可能会有跳开，那我就会选择单一航线。去改它的这一个 vertical offset， 比如说它跳开20公分，我把它拉回来，或者是往上提、往下拉，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去做设定。那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是用派的，其实基本上这个不太需要去设定，或者是说你有前面哪里有设定错，你想要在这边弥补回来的，那你就全部改。这个可以改全部，也可以改单一车线，就只要你这边你有先选一个车线，你可以针对单一车线去做georeference bathymetry 的这一个事情。那下面的这个 heave source 呢，那我们就是选择 real time， 就是船只当下所记录的 heave。那它当然也可以选择 delay heave， 只是说我们给它的后处理解并没有 delay heave。那我跟那个洪坤生他们的那个张祥进讨论，他说如果你要 delay heave 呢，就是如果是用 TerraPost 的话，可以额外算 delay heave。那可能到时候可以再算一算去比较，也可以试试看，就是说用 real time 的 heave 跟 delay heave 会差在哪里这边这样。然后这个 refraction 的 coefficient 这边是跟折射有关系的，就是跟那个其实就跟申诉改正有关系，那可以去把它打勾。那这个其实它还有可以微调的部分，但这个我目前还不是很了解它的机制，就是说，你这边还可以设定它的那个参数，去说，比如说你的声速，在测量的时候有错，但你可以靠这个 refraction coefficient 去把它调回来。那其实就是比较像人为做数据的方式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在现地就确认资料没有问题，再回来，不用多做一些很多人工的处理这样子。好，那下面这个是你要不要对这些 sensor 的那个资料去做平滑？对，那这边的话呢，我通常比较看到大家会去对这些姿态gyro、heave、pitch、roll 这边去做平滑化，但我自己测试的结果。没有什么显著差异。当然你要勾也是可以。那它下面还有很多，比如说呢，你 GPS 的那个解，你想要做平滑，或者是你的态，你也想要做平滑也可以。它这边也可以，这是一个那个 scroll bar， 所以你可以去选择。那一般来说，我会先都留空。就是我想先看原始的数据所呈现的是怎么样。假设说它已经很 OK 了，那也可以达到 ENC 的需求，我就不会去额外做这个平滑的处理，这样子。好，那下面还有这个 shift， 其实它也是，只是说这个 shift 你需要去提供那个档案，就是说可能当你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shift 的状况出现的话，你可以去指定。那因为这个功能我自己也没我自己目前在处理的时候没有用过。那如果大家之后有兴趣，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这个东西去怎么使用这样。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声速改正的部分，这个就是拉下来，下面还有，所以我把它放到这边讲。那声速改正这边，因为我们要做这个声速改正，前面已经勾了，那你再把这个打勾呢，然后有一个加号，那就把声速的加进来，就是说你有的声速资料给它加进来。那这个 case 是说他就测了2天，所以有2天的声速资料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这边有一个 use surface sound speed as backup，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的申诉有可能会漏，就是说你的申诉旁边有可能会漏，那可能是我们之前的经验，就是我们刚丢下去，就是离水面那一段可能会没有，那一段呢就可以用表面申诉仪来做辅助，它就会把表面申诉仪的资讯加进来。那这个东西呢，我自己觉得，如果你申诉测得准，不，申诉测得够，就是采样够均匀的话，其实这个也可以不用。那你当然要把它加进来也可以。那加进来，假设说你在相同的位置上，你的申诉跟你的声波跟表面申诉又有差的话，那可能软体里面会不知道要用哪一个。所以这个的话，就视情况勾选这样子。好，那再来是我们这个申诉要怎么改正？那其实 Keris 提供了几种方法啊，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最临近时间，我们去抓最临近时间，因为我们目前施作的场域都不大，所以位置的影响还好。那它还有提供就是你最临近位置，你也可以去，因为你可能测区大的话，你可能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丢申诉剖面仪。那因为我们都在港口，那基本上因为我们也没办法，我们都是人为去丢，所以通常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去丢。所以我这边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最临近时间，那它还有最临近距离，然后还有最临近时间且最临近距离，反正它有好几种组合方式。那就后续如果我遇到那种 case 的话，大家可以再试试看。对，好，那再来这边呢，就是又出现了一个 TPU。那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的是说，我们的潮汐、我们的潮区，还有我们的声速，它声速剖面仪它测的那些精度也会影响到最后的TPU 的计算。所以我刚刚前面其实有给过的数值，我就在这边做给定。那这个槽位呢，如果你是使用槽位模式的话，这边就可能大概是10公分以上。我给我刚刚是有写一个10公分前面的那个表格，就是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因为我后来都是用槽位站的资料，所以我这边是给他2公分，就算一个经验参数这样子。那下面的这些 sweep 啊这些，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不会用到，所以都是给0。然后下面这些 navigation 啊、sonar 什么 source 这些全部都是给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跟着所有的记录都是跟着船只，所以我们就是给 vessel 就可以了。然后 type source 这边呢，我们这边它的 manual 是写static， 然后有一个 dynamic， 我目前还不太确定它那个 dynamic 要怎么给，只是说如果像我们这样给一个 file 的话，就是选 static 这样。那给完之后呢，我们就在这边，我们就把那个带的资料丢进来，就是选进来，因为我们要把它打勾，然后选进来这样子。然后如果这边还有什么加权平均啊，然后还有你 compute error 啊什么，就把它，如果你有需要这些资讯的话，可以把它打勾。这可能这个就是说我们槽位资料，如果你没有进行原始，你自己没有经过那个品质的那个 QC 的话，它可能这边可以提供你一些，就是说，你的这些槽位可能有哪一些观测量有错这样子。好，那不知道这个东西这样子这边我问一下，如果是选 GPS type 的时候，那个潮汐的改正的精度要给多少？GPS 你如果是选 GPS type 的话，它就会从 GPS 的定位那边去给。所以这里给多少都不会影响它。对，没错。OK， 好。对，如果你的这个垂直基准是选择 GPS， 那就是跟我们 GPS 的定位精度有关了。其实你就没有槽位这边的资讯，它就不会把它加进去算。了解 ，OK。那它那个 GPS 的精度从哪里来？GPS 的精度就是仪器规格啊，你的垂直向的仪器规格。对，只给仪器规格。都是太好啦。对，但因为我看大家也都是这样子给啦，就是因为我们不太会去自己又算后验，因为尤其我们这个又是动态定位，所以
其实动态定位它是用卡曼滤波一直去估计去算，所以它的那个垂直向定位精度有时候还会比那个仪器的规格来的高，但我觉得那个是假的。我也觉得那是假的。对，除非我们有办法做我们的这个仪器，然后在静止的状况下去评估它的后验，那我觉得比较有那个，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跟你说 TPU 看 TPU，我觉得都可以用做的，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给数字，它没有所谓的我觉得它没有所谓后验的概念在里面。它就是你给多少简单的误差传播算过去，就这样。所以你要让它你就其中一个给它改小一点就进去了。OK，了解，那我对了解。对对，嘿，好， OK，好。那这边讲到一下，就是刚刚老师提到说，如果是我们给那个 GPS type，那你如果选 GPS 啊，垂直基准选 GPS 的时候，你需要提供它椭球高的资讯。那椭球高的资讯怎么给呢？后处理怎么给？我们就从 file 这边，然后有 import，然后这边有那个额外的那个 data。那额外 data 也有很多种格式。就像刚刚其实跟刚刚在那个传资资讯那边要加进来那个一样，那假设你是只有 RTK 的话，你就加这一个appendix post MV， 那输入的就会是.000的资料，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场记录的 RTK 成果。那如果你是使用OSPEC 去计算的，那我们就是选这个 appendix aspect， 那 aspect 在OSPEC 那边存出来，它的副档名是叫做一个.out 的一个 file， 那它是一个 binary 的，所以就是这个或这个。那业界常用的是这个，他们会自定义他们自己输出的 ASCII 档。那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刚好不论是我们现在用 PostPack， 或者是之后用 TerraPost， 它都有资源的格式可以输入。我们就不需要额外再去定义说它 ASCII 可能就是你用别种解算的软体，但它不被 Keras 支援，你才需要去定义它。对，好，那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在这个 georeference 的时候，我们用到 type 嘛，然后会用到 SBP 嘛。那这边就讲一下，就是我们 type 的资料跟 SBP 的资料大概会是长怎么样。那它在那个工具列上面呢，有一个 type editor 跟 SBP editor， 那你可以把资料刚刚丢进去这边的资料，你把它读进来看看说，它的这个趋势是不是吻合你在现场所看到的，比如说槽位啊、SBP 啊，是不是有不合理的情况产生？那槽位呢？槽位的资讯的那个档案，它是一个副档名叫.tid， 然后它需要包含的资讯有施作日期，那你的时间，那时间都是 UTC。如果你是拿槽位站的话，你必须要减8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最后是你的槽位。那这边的槽位呢，可以在各个不同基准，比如说你是在 GEOID， 那你是在 LAT， 或者是你在 WGS84， 那这个用内政部的那个海槽模型都可以分别输出在不同垂直基准上的槽位这样子。那因为我们一般做传统的态改正就是在 LAT 啦，所以我这一个档案的那个数值是相对于 LAT 的一个槽位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 SBP 的部分。那 SBP 的部分呢，我们老师，我问一下，老师请说。我槽位站资料，我可以给他不同时间，不是 UTC 吗？不是 UTC 的话，会跟前面的资料冲突，因为我刚刚在汇入资料的时候有把比如说已经把你的水深资料也 shift， 它就会变成说你那个时候没有相对应的时间，你会没改。对，因为在 Keras 里面，我会反正就是有2种，你要么就是用 UTC， 因为最后交给 ENC 它的时间点也会是采 UTC， 或者是上次建峰我说到你要用台湾时间也可以，但是你交给他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你是 GMT+8 或 UTC+8这样。OK，好，但就是那反正
我们就全部都用 UTC 就好了。对，所以因为我就是跟着 Carries 走啦，所以我每一个你会看到我的时间都是写 UTC， 或者是就是反正就跟 GPS 嘛，因为 GPS 跟 UTC 没差几秒这样子。OK， 好。对，然后就是我们我有个问题啊，所以像你的槽位站，你的槽位的基准，它这里可以自己选择你要用的是头球还是正高，对不对？不行，就是你的资料你自己要知道是什么基准。哦，所以我一说对，所以槽位那边的数字就是相对于某一个基准。对，这个你就是可以相对，你自己要哪一个，你自己但你要自己知道是哪一个。OK，好。因为 Carries 不会知道，我们就只给他一个这个态的档。所以他在算的时候，他是直接扣掉他的槽位嘛？对，就把他水深扣掉当时的槽位变化。对，就是那个垂直的加减而已。OK， 所以如果要为了避免搞混，我这边其实都会档名其实可以去取，比如说像我开 gauge， 然后 dash lat 这样，就比你到时候不会算到说自己在哪个基准这样。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这样做啦。好，然后再来是 SVP 的部分。这里就是我们每一次可能会投放很多次嘛，那每一次的资料就像这样子把它展要关掉。蓝鸟的麦克风要关掉。好，不好意思。好，这样好，就是我们每一次可能会测很多次嘛，比如说我们一次出去可能测量时间8小时，那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次投放的记录，那就是它每一个就是 section 开头，然后你的年份，然后 day of year 你是今年的第几天测的，然后时间 UTC， 然后再来它就会有一个我们 SVP 在弄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坐标，就是说你的纬度、经度就投放位置的坐标在哪里，然后再来这边就是水深嘛，第一段这个就是水深，然后后面就是该层水深的升数，然后就是这样子接着，就是如果你有很多次，你就这样接下去，然后都是由浅到深这样子去放，然后这边啊提醒一下，就是说 SVP 我们通常都是丢下去再拉上来，那之前跟建峰他们讨论，他的建议是说，建议 SBP 我们是采用上拉段，因为他说 SBP 刚进水的时候，它的那个感测可能不会那么稳定，那丢到底再把它拉上来，上面那一段通航资料会比较稳定，所以因为我们每一次丢一定有下去上来，所以我会建议说，我们进来后处理的时候，我们就是保留拉上来那一段就 OK 了。好，那这边的话抱歉，我还有个问题，不好意思，像刚刚那个槽位啊，它的正负号是往下为正还是往上为正？是水深向下还是水深向上？你说槽位的正负号还是就是往上为正？往上为正，好，那我知道。好，那我这边好，我这边再贴一下那个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步骤也是比较重要的。好，那刚刚讲的其实就在这边。不好意思，我再重新用一次。好，那刚刚讲的那个georeference bathymetry 就是在上面这里有一个这个符号哦，那也就是去刚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有讲过，那只是说假设说我今天只要修这一条，那我可以控制不了它。如果我今天只要这一条，假设我只需要修这一条，那我这边呢，你看我有选它，那这边就会出现 selected 的 track line 或者是 O 这样子，对，所以可以这样子去做调整这样。这边就是刚刚有跟大
跟他报告过的。那如果好了之后就按 OK。那因为这个也蛮费时的，所以我也不在这边就是跑给他看。对，因为这个按下去可能需要个10分钟左右。对，然后呃好，我现在把它缩小一点。那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做完之后啊，你的这个原始的网格会出现一个惊叹号。那这个是 Keras 它在每做一步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那你其实就只要点右键把它 recompute 一次就好了。就是这样子，你刚刚执行的那个动作才会真的改到你的所有的水深资料里面。对，那你可以点它，按右键 recompute，也可以选它，然后在最上面这里也有一个 recompute surface 这边，然后也可以再去把它重新做计算，这样。好，那不知道这个步骤，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水深处理比较重要的步骤，那也有可能会不小心，就是因为资料要放的比较多，然后改正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每一个资料它的那些形态还是什么的都要确认好，再把它输入进去，这样子。好，那我就继续回到投影片。哦，好。那接下来在我们要真的去滤杂讯之前啊，我们会倾向去产生一个规则的网格，因为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刚刚汇进来那个是一个不规则的网格。那因为我后续要做那些水深资料的数值成果档，还有你后续要去做你的检核线的比对，我们都需要一个规则的网格，所以你做完刚刚那件事之后呢，就可以来产生所谓的规则网格面。那它这边就是有一个功能叫 New Regular Gridded Surface 的部分，那你就把它点下去，它就有这一个画面。那因为我们所有的侧线都要去产生它的我们要以所有的侧线去产生网格嘛。那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初步要做滤除杂讯用的，所以我们就是全选。那如果到后来你是要做主侧线跟检核侧线的比对，那你就可能去把主侧线全部选起来，那它这边也是有一个 selected track line 的方式，那你再去产生只有主侧线的网格面，这样。然后解析度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这边都先设定是50公分，当然你要产更高解析度的也可以，只是说你要去算一下你的footprint 是不是可以产制出那个解析度，不然那个也会是假的，就是可能没有那么高解析度这样子。然后组成网格的方法呢，这边我们会，它其实有好几种，但我们这边会用到的主要，如果我们要给 ENC 的话，主要是有2个。那一般来说会先产 Cube 出来看，那 Cube 的好处是它会去抓这一个网格里面最可能的水深，它就是整体视觉化比较好看，而且整个那个面比较 smooth， 而且它这里还可以计算不同的统计资讯。那统计资讯呢，他们这边称之叫做 band， 不同的 band 就是跟那个影像一样有不同什么 green band 什么 band 这样。那 cube 的话呢，它就有这些，比如说这个是深度最深。每一个网格里面最深，然后每一个网格的 density， 每一个网格的这个什么 hypothesis 的 count， 然后这一些的，然后还有最浅点，然后跟每一个网格的 standard deviation 跟它的那个 uncertainty 的部分。那后来如果你是要去做那个海图用的，因为 ENC 它会以最浅点来做海图，会去做那个等深线，所以另外有一个叫做SDTP， 就是你最浅水深，然后它是true position 的位置，然后这个是产自海图用的。所以我在处理的过程中，其实我有2个建议。你第一个当然你要先快速去做，你可以先产 cube， 那先把杂讯什么什么滤一滤之后再来产那个 SDTP。那因为cube 有比较多的那个
band 的那个统计资讯可以供我们参考。那另外一个假设说你就想要直接这样子去做也是可以，只是说可能就会一开始就长得比较丑这样子。所以我个人是建议可以先产 Cube， 然后你 Cube 滤的那些杂讯滤的差不多之后，我们最后再来产 SDTP， 然后来确定一下他们 ENC 所要的，他特别会去看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每一个网格它的离散程度，来判断，比如说像判断我们的叠合，各个侧线的叠合好不好，他就会去看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的部分。好，那下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你的范围。那范围通常它会打勾，然后它会自己给你就是设定4个边角。那这个呢，我会倾向把它勾掉。它原本你打开的时候它是会打勾勾的。那如果旧的那个是你直接把它勾掉，因为直接勾掉就是说它会直接帮你 extend 到所有的 data。因为有时候它这一个帮你抓出来的这个不代表有时候不一定能框住你所有的测区，所以你有时候产出来网格就想说，哎，奇怪，怎么好像少了一些这样子，所以我这边会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就不要勾，让它自动的去 extend 到我们资料的范围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设定坐标系统，好，这个就点，然后就选它。好然后这边就是刚刚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说，哎，你在比如说产这个网格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再去做，比如说你要在做那个 georeference bathymetry 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惊叹号。那有惊叹号没关系，就按右键或者是功能列就选择这个 recompute surface， 再把它重算，那这个网格就会是你目前最新的状态这样子。不知道这边产生网格面大的问题。我有个问题啊，不好意思，就是那个选择侧线呢，它会包含检核侧线吗？不会，对不对？一开始我们要做杂讯滤除的时候会包含进去，因为你要全域去做同样的处理，所以你不会特别把检核侧线拉出来做。就是我这边的话，我会包含的侧线会有主侧线、检核侧线跟我们那些 patch test 会全部包进来一起弄，因为我这边产这个的目的是我为了后续要滤除杂讯，那滤除杂讯对所有侧线来说应该要一样的处理，所以我不会再另外把它分出来。那是等到我已经全部都滤完了，我会再产一次只有主侧线的网格面，这样子。好，你刚刚讲另外一个H test 那是什么东西？patch test 就是我们实际在进行作业的时候会去测 patch test 的侧线。那因为 patch test 的侧线其实也可以 patch test 的侧线也可以包含进来，就是一起做资料处理这样。所以我第一步会再去做。那等你真的都确定好了之后你可以再去产制你所想要包含哪些侧线的网格面这样子。最后应该只有主侧线嘛，对不对？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解析度基本上我们现在用的各个测区都是50公分吗？目前是因为以我们测的密度跟我们就是我们的测的密度跟覆盖率是足够产至50公分的。业界他们也是啊，只是他们也是一开始会用50公分去做，然后这样子滤除杂讯的效果会比较好。因为就是有时候你做太粗，我们从网格面其实不太知道哪里有问题，但你做细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从它的那个视觉化，其实我们就会大概抓到说，哎，这边可能哪里需要优先处理这样子。对。好，那如果我这里没问题的话，我就继续，因为这个流程比较简单，我就不再切过去那个电脑那边示范给大家看。好，那再来就是进到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而且是最费工的一个环节，就是资料的清理跟编修。那我们利用的就是这个 subset editor 的功能。那我们刚刚已经产完规则的网格面了嘛？那其实再来就是要产制这个叫做 subset tiles。那为什么要产制这个多余的东西？其实是要就是让我们
可以去标记说，我们处理到哪里？因为我们处理这个不可能说可能一天就把一个社区处理完，一定会是分段式，然后分区的去处理。那所以呢，我们要去产生这个 tile 就会像大家看到这个网格，那你就是可以去知道说，让你去标记说，比如说我今天先处理这边，那我就知道，我把它 mark 起来，我就知道这个绿色的意思是说我都已经处理完了，所以你会看到全区都是绿色的。那它刚产生的时候会是红色，整个会是红色的一个这种就是像瓷砖这一种格子这样。那你处理完这一区，确定都处理完了，你就可以把它 mark 变成绿色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今天处理到这边。因为如果你不用这个的话，你用肉眼去看下面的网格，你根本不会知道哪里是处理过，哪里是待处理的。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帮助我们去记住说，我们哪里已经处理过，哪里还没处理过。那它就是很简单，就是从最上面的那个功能列 file， 然后 new， 然后会有一个 subset tiles， 那你就把它加进来。它加进来呢，你就会看到这一个画面。那这个画面呢，你的这个要小心的是这一个 coverage， 因为这个 heaps 的 file 是一样的，因为一个专案档只会有一个 heaps file。那 coverage 这边呢，你就是去选择相对应的网格档案，比如说你是选择 cube， 那你这边有一个下拉的选项，那你就去选择比如说你那个 cube 叫做0.5M cube， 或者是什么0.5M SDTP， 那你就是去选择相对应的网格档案，那就会依那个网格档案去做这个 subset tiles 给你。那这个 tile size 呢，它这边预设是10米，那这个其实你因作业范围而异，因为假设说你今天作业范围很大，你可能可以设定到30、50，但那个就是变成说你可能要变成一格一格去处理，因为你一格所包含的范围就很大，它里面的水声点云可能很多，那电脑可能会跑不动。那我自己在设定，依我们这一个无人船的案子，我要么设5米，要么设10米。这个其实是可以自己去挑选的，因为你如果设的越小，它格子就越多，那你可能可以一次处理多一点之类的，就是反正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电脑的效能，所以这个可以自己去评估，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这样，好，那产制完这个 subset tiles 呢，它就会在我们刚刚的那个图层的那个视窗里面有一个 subset tiles 出来，那你可能会对应到你的其中一个，比如说好，我是以这个0.5M cube， 那 O 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所有的射线都丢进来，那我就是以这个为主这样子。那你可以去最右边的那个状态列去看它的那个。就是去看这个 subset tiles 的状态列，那其实我会调这一个透明度，因为如果你不调透明度的话，它整个盖住，你不太会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那你可以去调整这个透明度，可以稍微看一下你下面是什么，就大概知道说，我处理这一区啊，或者是哪一区比较有问题，也可以去做记录，而不会像这样子盖住你，根本不知道下面你是在处理港口的哪一区啊，比如说有停船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地方这样子。这个是在那个做那个 subset editor 的一个前置作业。好，那再来就讲到我们要真正的去滤点云。好，那我们就是用这个 subset editor 之后呢，可以去选取我们的范围。这边有看到一个范围，然后比如说我是拉一个这样子2×2的一个范围。那它中间这里其实有一个这个黄色，可能因为颜色看不太出来，它其实有一个黄色的条纹。那黄色条纹代表就是剖面，就是说我们框这一区它会出现一个3D 的 view， 就是说我在这一个范围里面，它3D 的点云的呈现。那这个黄色的剖面呢，就会切在下面这边让我们去看。那这个问题就会变成说，你的杂讯要怎么去判断？那其实像这种，就是比如说漂浮的杂点，就是跟你下面的主地形有差异的，一定是不对的，所以一定是砍掉。那砍掉要怎么砍？就是我们可以去这个工具列上面有几种功能，一种是 range 它就是你框一个十字，框一个长方形，那或者是 circle 就是框一个圆形。那
通常我们会用到的是这个拉手，因为拉手可以拉任意形状，比较符合我们在处理水深要删杂点，因为杂点一定是长得不规则嘛，所以我都会选这个拉手去框。那你框起来之后呢，你把它框起来之后，它就会变成红色。那红色你再按右键有一个 reject， 然后就把它砍掉。那砍掉之后呢，它就会是灰色，就会是灰色，它不会直接不见，它还是会留着给你，以免说，哎呦，你不小心砍错，然后你也还可以再把它救回来。那救回来的方式就是你再选它，它会变红色，你再把它勾 accept， 这样，它就是可以把你误删的那个点云把它救回来。好，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产制这个 tiles 是为了让我们利于我们标记。那比如说像我这两个这个方框我处理完了，我可以按上面的这个绿色的，那把它变成绿色，就是绿色的部分就是已处理。那黄色的部分呢，就是部分处理。像我们这个一定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就是你刚好抓住这4格，所以你在处理这4格的时候，边边其实会有一些覆盖，然后你按下去之后呢，你会发现中间这4格变成绿色，然后边边的会变成黄色，那就是黄色就是有部分被处理到，那红色当然就是未处理这样子。那这个是对，刚刚讲到就是杂讯的判断，还有那个不连续的地形点，这个也会是主要的杂讯。那当然是你要去判断说结构物除外，所以说外业的人员啊，倘若之后外业跟内业人员不一样的话，我会建议外业人员把当在现地的有一些结构物或者是一些构造物的位置记录起来，然后跟内业的人员说，如果是内外业不同的话，因为像我们之前就是内外业都是同一组人，所以你在看这些点云的时候，你比较有概念说，哎，这里车道就是我们在现地的哪里，会比较好判断。那如果你内外业是不同群人的话，会建议外业人员把在现地看到的一些东西记录起来，或者是拍照，那可以协助内业人员去判断这个杂讯的一个滤除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就是有些需要一些经验累积啦，所以这个我只能说就多看，对，多看就因为就像我现在有时候去看到一些东西，因为水底下的状况很复杂，所以我也不是很能精准的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属于杂讯，有时候还要多方比较一下才知道，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碰这样。好，那这边呢，我主要讲的是就是有一些Mega可以去帮助你判断。那我们主要呢，这些 Subset Editor 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控制选项，然后我们可以去调整说它的上色是依照什么规则去上色。那通常我们会2种方式，一种就是用 Line 去每一条侧线去给它不同的颜色，可以协助我们判断每一个不同的侧线它彼此的叠合状况，这个是 Line 的好处。那以深度分色，就是如果是以深度分色，它就会你可以比较好看出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它是消波块，或者是它是柱子或者是什么的，透过这种用深度去分的方法，你会比较好看，因为上面这个看起来就比较杂乱这样子，对。然后如果你是用 line 去分类的话，你拉到这个scroll bar 拉到最下面，你会看到它每一条是什么颜色。那其实这个也可以去协助你判断说，哎，哪一个，比如说你看到哪一个觉得怪怪的，你可能可以把它整条就砍掉，还是什么之类的。只要在覆盖足够的状况下，可以这么做，对。好，我会询问一下，哎，老师请说。刚说如果用 line 的方式来判断叠合状况，对，那它只有那4格的叠合状况嘛，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分区去看这样子，我们很难。4格如果叠合不好，你再连续的同样的 line 在另外的格子也会叠合不好吗？这个要看状况，你刚刚讲的那个也会叠合不好的状况，会比较容易出现在我们用 GPS 去做。
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用钛的话，因为钛的比较稳定嘛，就是你去做，除非说当下真的是因为当下测量的时候它有跑掉，或者是有去撞到还是什么的，才可能跳掉。不然如果你是用钛的话，基本上它会比较连续。你所以叠合不好就应该所有的格子在那个 line 上面都会叠合不好。对，理论上会这样。OK，对，所以你等理论一下会讲上会这样。到怎么去调叠合不好的地方。哎，有，OK，我好，真要讲，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杂讯滤除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步会去进行所谓的 patch test。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顺序，谁先谁后都没有关系。那就是我们一样在这个 subset editor 里面呢，它有一个功能叫 calibration。那 calibration 它可以 calibrate 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可以 calibrate，就是我们主要去预定的是 timing 的 error，那这个是跟 GPS 有关的，所以它会被算在 navigation 下。那再来跟声呐有关的就是 raw、pitch、yaw 这三个角度。那这三个角度呢，我们比如说选了2条侧线，那其实它像这个右边的这张图，我现在是沿着侧线，然后我垂直侧线这样子去切，那我可以去看什么？去看弱角。那去看弱角，我去按这个 calibration， 那我就可以去预定，比如说弱，我要预定弱 pitch 右这样子。那我按 calibration， 它就会 start 之后，它会去有这个 bar 出来。那你可以去调整。假设说你有遇到叠合不好，那可能是因为安装的问题的话，patch test 可以解决。但有些状况你就算做了 patch test，它还是叠合不好，这个就会像我们的那个雅果的状况，就是我即便做了 patch test，它就是可能最外侧的因素还是会跳上来，那种就比较难以避免。那种就是要考虑是否就是人工直接把那个叠合不好的状况，因为它在外侧点云，所以我们反正外侧点云本来就比较差，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砍掉。但原则就是侧线的中间的点云至少要叠合的好，就是越靠近那个我们所谓的 nadir 方向的那个区域要叠合的好，这样。那这个我等一下会有那个切过去软体，就是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次，会比较知道。我现在是先口头说明这样子。那基本上不太会有问题的是这一个 timing error， 因为 timing error 是以前还没有对时技术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出现，就是以前每一个仪器它都是各自独立在计算它的时间。那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 all-in-one 的系统，我们里面已经做了 PPS， 就 one PPS 的对时，所以基本上我们的那些定位资讯跟水深资讯应该是要对在一起的。就除了上次的乌石港，可能因为胡子威那台仪器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才出现了那个 timing 的 error 这样。好，那不好意思，老师，所以胡子威那一次是那个你在算 PPK 的时候算出来的时间是有问题的。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OK，就是因为它的基站，因为我们是使用它的基站去算。那因为我本来是想要找就是可能没有连续站，就是在乌石那边有连续站，可是我没找到，这样。OK，好，那我对，知道。嘿，因为我后来因为建峰 ENC 他们有说可能我们的那个仪器是不是有问题，但我后续跟桃园他们去做，我有特别去跑 timing 的侧线，那算出来是没有偏差的。了解，而对，且我们后来算的那个 GPS 也没问题啊，就没有拿没有 是啊，delay。是啊，哎，好，对，没错，所以目前应该那个仪器是正常的啦，嘿，然后刚刚讲的那个是最主要的删除的方式，但有些人呢，他还会去看这个所谓的叫 SWAT editor。那 SWAT editor 跟刚刚的那个不一样的是，SWAT editor 我只能看我自己那一条侧线。那可以看到像荧幕这样子显示，它是就是会有左红右绿，就是代表左右弦这样。
那这个怎么看呢？我自己就是比较夸张的，它可能就是像下面这样是连续的面，那它可能突然有那种跳点、跳点、跳点、跳点，那可能就是杂讯。所以假设说你 subset editor 已经做完了，那你可以考虑再来做这个就是比较属于针对每一条侧线去做精修，那会去用到这一个功能。但我自己的感想是可以不用再做这一个啦，因为基本上如果你 subset editor 有做的够仔细的话，应该基本上90%以上的杂讯都可以滤掉，这样。嘿，所以但这个它也是一个可以删杂讯的功能，所以我也一并介绍给大家知道。这样就是说，像这个下面的这个 rear view 啊，就是左红右绿这样，它有那种比如说突然跳起来，就是会那种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那个也就可以把它视为是杂讯，把它删除。这样，对，这个是侧线编辑的一个杂讯的滤除方式。但主要大概95%还是使用这个 subset editor 去做，其实就很够了。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些就是跟资料有关的一个，也是资料的编修。那有一个叫做 attitude 的 editor，然后它就是去编修你的姿态。但姿态基本上，如果你解没有解错的话，你也不会去乱删它。那除非说有那种很大的奇怪的跳动，那你可能就是去 reject 它。那 reject 它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你 reject 那个点会用内插去补。另外一个方式是你 reject 那个点就断掉了，就是那个地方就没有资料。但这个我目前还没有在这边删过任何的资料，因为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也很难去找到说，哎，哪一个是有问题的点，除非它掉离开那个数值差很多，才有可能会出现。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判断说，哎，你的资料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机制，对，但也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另外一个就是有 attitude 嘛，就会有 navigation，但 navigation 这个更难看，因为它提供的是就是一个角度，然后跟 distance，所以这个我完全也不知道要从这边去看出什么端倪这样子，所以这个基本上，因为我个人觉得还是直接看点云比较实在，所以后面这两个就提供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玩玩看。嘿，那基本上你直接看这个2D 跟3D view 来滤除杂讯是比较直观的。嘿，那在滤除杂讯还有一些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些时候是转向啊，就是你可能不同的角度，然后有些杂讯你没滤到，是因为那个角度刚好被遮到怎么样，所以在做这个的时候，其实3D view 你可以多去转它，因为有些会被不同的视角会去遮到，所以它这边有那个坐标轴嘛，你其实可以按着，然后去转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就有利于那个编修，但这个真的是比较最耗时的一个部分啊。如果前面都没有问题的话，这个是整个水生资料处理最耗工的地方。对，好，那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资料编修清理的这个部分。好，没有的话，那我先切一下那个，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叠合，给大家看一下叠合那个要怎么去调。好，大家有看到那个我的画面吗？有，好，那这边就操作给大家看一次。哦，比如说，哎，我们这样拉，那这个拉其实有一个小配波，就是说，哎，你觉得怎么可以只能拉这个方向？我就要沿侧线，因为我们的侧线是这个方向，所以你在拉这个时候可以按着 Ctrl，然后就可以旋转。你的 Ctrl 键按住之后，它可以旋转你要的那个。好，那我假设我就这样子切。好，这样子切，那我们会看到，这有一些面，就刚刚我说有旋转，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在旋转吗？因为它比较卡一点，因为是远端。
可以啊。可以哈。好，那假设说这个是一个斜坡，那这个是一个斜坡呢，那我们就可以去这个放大我可以去挪动我的那个这个刚刚讲的就是这个黄色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剖面。那你也可以去决定剖面要切的薄，这是在 sub editor 里面吗？对啊，subset editor 就是这个所以是有4个格子的那里。嘿，对对对，就是这里可以去调整你的剖面，所以你看到下面的2D view 也会跟着动，就是剖面你要切多细多粗。可是它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它的网格啊，对它的已经是内插之后了，对不对？对那我有没有它各个点的？你不是要看它各个点，因为要3点嘛，对不对？对，对，那所以有各个点的，相对于它就跟它的叠合的情况嘛。学长我不太清楚你问的，就是它不是是原始点。对，可是我们这个你现在看的就是点云，进来就是点云，进来就是点云，这个就是已经是点云了。右边的是这个点你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3D view 啊，2D view 已经是实际的点云了。这个只是这个网格只是用来，这个是网格，就只有这边是网格，网格只是辅助我们说，哎，我们大概在社区的哪一个位置。但一进去之后，我们处理的就是点云资料。你是2D view，没有内插的，对，是一样，是一样的。因为其实剑锋那个就是我们缴过去的点云资料，它直接丢进去，它看到的就是这个。他还要再修，或者是说他在产制网格去做他们后续的分析干嘛的？对，因为他们主要丢进去就是可能说比如说有杂讯没删好，还是怎么样这样。对，然后我就可以去点这个 calibration。等我一下，哇，当掉，我范围选的太大了，所以它有点宕机。小，对，所以用这个的话，就是要记得那个范围不要选太大，所以那个电脑容易，它现在只有这个能动，其他卡住了。这样好，好，那我就去点这个 calibration。那 calibration 呢，比如说因为 timing 比较没问题，那基本上我会先做弱角，因为弱角是最明显看出来的一个误差。那这边的话，那我们点了 calibration，那因为我们可以多条做 calibration，也可以基本上2条来做 calibration 就可以，所以你可以选到这个 hips 这边啊，我去把其他的勾掉，就是留你要的检核线，像我的不是检核线，patch test 的侧线，像我 patch test 的侧线就是这几条，那你还要去兼顾到往返，所以就是0、1或者是2、3，这个就刚好是一来一往的2组侧线这样，然后选好之后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calibration 里面，那我们去按 start，它就会去计算。那这个0.2啊，这个0.2是我已经做完的 calibration 的一个结果。那你也可以很夸张，把它乱改一下。比如说我改5度，我就很明显，它就跳开了。不管是3D 还是2D，它就跳开了。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去把它调到对的地方。比如说，我一开始5度，然后跳成这样，那我修成2度，那我再来看有没有比较接近，有，那代表说我修的方向是对的，那我就继续往下修，就1度，哎，越来越贴了，那你可以去把这个垂直拉大，判断让大家比较好判断这样，然后我就再修0.5，
越来越近，然后0.25，我都会用砍半的方式啊，就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大家觉得 OK 就好。那你比如说像0.25，然后再拉一下，看一下差不多是不是差不多，是不是差不多叠合的差不多？你在2D view、3D view 这样子看，是不是叠合的？叠合的差不多这样子。嘿，那有时候呢，就是你那2条侧线叠得好，然后可能又跟其他侧线叠合不好，这个就是我在雅果这边遇到比较奇怪的一个状况。我目前还是不知道原因啊，就是可能外侧因素真的太烂了，这样，就是主要还是出现在外侧这样。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弱 pitch 右就是你们可以去选择，只是你要记得说它是针对平行侧线去切，还是垂直侧线。弱的话就是你选它，因为我们的侧线是这样子跑，所以我是垂直它去切，因为我们要看它的那个摇摆角，就是那个弱的部分。然后如果是 pitch 跟右，其实你就是这样子切，这样子一样是这样子切，但你的这个，sorry。然后你刚弄完之后，他不是有说要不要改嘛？那你就按4。假设说你确定要更正的话，那我再来示范一下那个 row 跟pitch 跟右的，就是说我刚刚这样子的切法是垂直它的剖面，那我也可以，现在我也可以把它是垂直侧线还是我刚刚平行？是垂直侧线，然后我它现在要现在是平行。等一下，刚没弄好啊，远端很卡。小好，因为我们侧线都是跑这个方向，好，侧线是跑这个方向，所以我这个黄色现在针对侧线来说是垂直切，那我也可以改成平行切。其实改成平行切就是你去拉这一个，你去拉这个，这样就变平行侧线的方式去切，你就可以去看右脚跟那个就可以去看那个右脚跟 pitch 角。对，那前提是呢，因为右跟 pitch 都需要斜坡或者是特征物，所以要特别去找地方切。那弱角呢，它是需要一个平坦的海床，所以这个他们各自切的地方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对，就是选的区域会有点不一样啊。但我那可不可以发现他们讲一下，如果又有误差的话，它的海图会就是地形会长什么样子？又有误差啊，又有误对，差，就是你的左右会岔开啊，就是你一两来一往。条侧线的交界处会岔开。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就想你开过去的时候是偏左边，你开回来的时候是偏右边，所以如果有一个特征物的话，它会岔开。那如果是大家有办法想象吗？因为这边就是特征物比较少。是对理论上应该地形就会岔开啊，一个会往对啊，上，一个会往下。没有，可是地形如果你是很平坦的，它其实有时候会没那么明显，因为你扫下去是一整片，你左移右移，如果它的深度差不多的话，其实你看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斜坡，或者是有一个特征物在那边，你才有办法落去抓这一个角度。落脚也要吗？啊，落脚落不用，落脚你只需要平坦的。落脚是因为我们要看它左右的摇晃，所以你要是一个平的。因为如果你是平的，你没有那个落脚的摇晃，应该都要是平的。但你像我刚我再试一次，我再用一次，再用一次。如果弱角有误差，就是两条去跟回来的侧线在 overlap 的地方会错开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就会变成一个像那个交叉啦，交叉对，这样。就一对，上一下这样。一上一下，对，就是大家可以我调。那如果是 pitch 有误差，就会让你有误差地形也是地形也是一上一下，没有，就是说，因为你会你的，比如说你是往上翘，那你上去了，你的那个特征物也是会岔开，因为你会有一个往上，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会往另外一边，往另外一边打，那如果地形有就也是坡都会是谁的？错开啦。老师你再讲一次。如果地形有坡纹的话，会是谁有问题？
地形有坡纹的话，第一个你要先去看是不是地形本身长那样，那是第一个。那再来是有坡纹的话，通常会是 HEIF 没有改好。OK，对，那如果因为你如果是因为像这个 pitch 若右这种 patch test，它是固定的一个角度，所以波纹不会是固定的角度所产生的，因为你固定一个角度，你就是会偏同一边，你不会又起又落，又起又落，那个就是 HEIF 没有改进去，所以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用 HiPack 它旧版的时候的那个有一个功能没有开启，所以它的 HEIF 没有改正进去，导致说它测量的那个地形就是有那个波浪状这样。OK，那如果是右呢？右就是你一样啊，你找一个特征物，然后你去看它有没有左右，错开。对所以 pitch 跟右都是看特征物。对，pitch 跟右都是看特征物，timing 也是看特征物。OK，了解。对，只有落脚是看平坦的地形。这个大家因为我这边忘记做那个就是 pitch 若右 pitch 的那个侧线，但在我们的那个报告书里面有，就是可以再提供给大家看。就是你在执行这个 patch test 的时候，应该要找怎样的地形去跑。就是弱的话，就是你去找一个平坦的地方来回侧线跑。那pitch 的话，就是 pitch 跟右，就是你去找那个那个叫什么有斜坡或者是有特征物去跑，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大家还有问题吗？就是我知道可能现在目前大家这样听，就是可能不太懂，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可以亲自去看一些实测资料之后，好。当时那个周逸宇跟简正宇在做，他是做哪一个部分？老师等一下，那个学长来问我问题。Patch test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就是你有时候 patch test 的侧线调好，它自己贴得很好，但你有时候主侧线会岔开，那这个就是在看影响程度。假设说你的 patch test 调的那几条侧线自己贴得很好，没有错，但主侧线通通都是岔开的，那时候就要以主侧线为主。对，但就是实测状况，就是那个是理论，当然理论是这样没错，但有时候实测状况，因为其实我之前去跟全华他们讨论的时候，我有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最后还是会以所有主侧线的叠合为主，所以有时候他们去做 patch test 的，不见得是从 patch test 的那几条侧线去挑，他会从主侧线让主侧线贴的最好为出发点啊。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很理论的流程，就是说我们实务上如果没有其他外力的干扰，或者是说测量当下没有问题的话，理论上你 patch test 的侧线调好，那基本上你会预期你的主侧线应该也都是调好的，因为你在测量的当下，除非说你的仪器有去撞到或者是怎么样，它那个角度发生变动。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 try and error 的一个过程，因为每一个地方它的特性不太一样，就是有时候我也是看到资料之后，然后去试了，才知道大概要去用什么策略去解决那一个社区所发生的问题。对，对，一次选2条去解，然后也可以一次选多条去解。其实我之前跟建峰讨论，他也有提到这一个东西，一次多条，一次切多条，我就把这一个东西拉得很宽，那我是不是会横跨很多条侧线？那理论上，如果你的仪器没有发生问题，你很多条去解，理论上应该也要解得出来。理论上是这样，对，因为你很多条去解，就会同时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所以你会有很多对，
那你每一队跟每一队之间，理论上如果仪器没有动，它的偏差是一样的，它所呈现的那个角度也会是一样。那你要讲话我都没听到。因为他耳机没电了。那如果来回的话，那我没有解的这一条线，那下一个之后，那这个角度我又再改，那会不会懂我？这一条线我改了，下一条线假设搭不起来，我又改了，会不会影响前面 OK， 好，我懂学长的意思。学长的问题是说，就是我现在只选2条，然后改那个角度，那其他条没有改。但我要讲的是，我们这边改，比如说我刚刚设定一个0.2，它是 apply 到所有侧线，所以你就是我这边可能要再开一下应该这样讲啦，若右 pitch 这个还有 timing，理论上有误差，就是整个侧区对，是，对，老师说的没错。因为你仪器已经装上去了，你的若右 pitch 误差就是固定的，除非你突然把仪器松掉，还是没错，是用到。对，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你看我刚刚设定0.2嘛，那0.2它就会改到这边来。我刚刚最前面在讲的时候就说，我们这边后面 patch test 的时候会做，那可以，你看我刚刚设定一个0.2，然后把它 apply， 它就是所有应用到所有的里面。然后，学长刚刚提到那个问题是说，假设，因为他们那个叫做所谓的叫半改正的意思，就是说 ENC 所提的就是说，你半改正，你可以比如说依时间，因为我们比如说侧线有时间嘛，你可以去抓那个时间，比如说你在这一个时间点，你去改一个角度，你在那个时间点去改一个角度，所以这边就会有一大排角度，可是那个超级难改，那个会变成一个回圈，因为你改一个会动一个，改一个会动一个，改一个会动一个，对，所以剑锋他们有一个理论叫半改正，但我自己是不是很认同的？对，而且我觉得那个不合理，那个只是变成说你只是为了要最后的资料贴的好看而已，但你的测量那个处理的程序是不合逻辑的，对。因为他们就是有像你刚刚提到一个成果，就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你这2条贴得很好，可是改下去旁边贴不好，那旁边是不是还要再改？那他们就会各改一半。对，但我没有在任何的文献或者是方法有看过有这种改的方法，就是对 ENC 来说，他们就只是要把资料贴起来就好了，他不管你在里面动了多少手脚。所以如果像学长刚刚讲，我这里可能会有一整排角度，我这里可能会有一整排超多角度，然后针对不同的时间去做不同的角度的改正，那目的就只是为了让最后的资料叠得好、贴得好，这样而已。对。OK，那没有，我问一个问题，所以可以对不同的时间做角度的改正，但是可以对某一条侧线做角度的改正吗？不行，不行，只能找时间，因为你看，它其实这个是软体的逻辑啦，因为软体的逻辑它就是去抓时间，它不是抓侧线，所以比如说你给一个时间段，然后哪一个时间段做哪一个改正，是可以这样的。可以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比如说好，我举例，我有一条侧线它是9:30，那我这边可能就输入9:30，然后我就改0.5度，然后后面可能10:30做的，我只需要改0.25度，那我就从10点之后的，我全部改0.25度，那10:30的那些的就会被改0.25度，所以我只能靠时间去控制侧线，我没有办法针对某一条侧线要改几度，这样，就是说我要用时间来换啊，应该说也不是说不行，只是说你的那个时间点就会被切得很细，因为以这个案例来说，每一条侧线大概都跑了2到3分钟，所以如果你要针对每一条侧线去做角度的改正，那你这边就要每2到3分钟就有一个这个。每2到3分钟就有一个这个，每2到3分钟就有一个新的弱值或 pitch 值、右值这样。
但我觉得这是不合逻辑的。OK，所以对全滑，它可能假设说你2分钟之后仪器动到了，再过2分钟又被撞到了，对对对，可是不太可但是能啊。如果全滑他们的比较深，他们应该如果真的撞到，都是几个小那个就时之后，会差很，对啊，对啊，可是那个会差很多啊。如果你很深的话，你一个小角度对于你的车身就会很明显啊。所以他们才会用那样子去改啊，而且他们应该是几个小时才改一次吧，真没有，的跑可是我问伟力，他们也不太会去那个，他们就直接手动删点就好了。就像我最后做雅果那样啊，你去哦，了解，做这个反而难做，因为你动那个，你可能会跟前面的又不合，你每一条跟前面的不合，你会变成一个无限的回圈，你一直改一直改，你还是贴不起来，那干脆就把贴不起来那边直接砍掉。了解，好对，就是说，你与其在这边做那个回圈式的改法，你不如直接人工把那些点云都砍一砍。，OK。老师，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你意思啊，我对对懂你意思啊。对对对对，嘿，最最后是把那个看起来一边的点云切，就是把它删掉嘛。对对对对对对，嘿，好，那这边还有问题吗？就是呃，之后如果大家有去摸到资料的话，就是如果有对这个方面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再讨论这样。那我其实请教一下，现在 ENC 现在给 ENC 或给他们到底要给他们哪些资料？是不是没有这些传体资料或怎么？就是最后呃，是给点云接下来要，因为啊，接我们下来要啊，上一次哦，我们上一难怪，好吧，次去，我们上一次去，他是说接下来都要缴专案档，所以你这整个专案会直接被他抠走。对对对对，他就什么都知道，你在里面动什么手脚，他什么都知道。你缴点云的话，其实你动了什么手脚，他们不知道。对，对啊，因为我们上次做只缴点云。对对对对对，以前还要交往的。哎，对，以前还是缴网格，那个更松。对，好。好，那我就再回到讲义，因为时间，呃，等一下哦，时间有点急，把后面那一段讲一讲。好，那再来就是到那个资料输出的部分，其实就最后一步啦，就是说哦，你那些东西都已经处理好之后，那我们就要去产制网格资料。那网格资料呢，就比如说你点选你那个网格，那按右键 Tools，然后 Export to ASCII，然后这边就会出现，就是说，哎，你要输出的资料有什么？那这边就是你设定你的坐标系统嘛，因为他们说要在 TW97底下。那虽然应该说是 TW972020啦，那这个在我们在设定那个基站的时候，只要基站坐标是2020，其他的整个测区的侧线都会在2020底下。那这边它预设会有 X 跟 Y，就是经纬度的部分。那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深度嘛，那我们就再把深度加过来，就是你选它，然后按这个左边，就是如果有用过那个很多 GIS 的软体都长这样，哎，然后设定它的精度啊，我们大概都是3位小数这样子。然后你也可以选择这个是你要怎么样去分隔这些资料，你要空格，你要逗号，你要什么，这个都可以去弄。那再来就是这个 Z 轴到底是向上为正还是向下为正，都可以。其实这个都可以改啦，你要向上为正也没关系，只是说你这个不是我们最后要产的东西。那如果你说你最后是要产水深，那当然是这边就直接选 down is positive， 这样就可以，然后就会产自一个 TXT file 这样。这个是网格的部分。那再来点云资料呢？点云资料就不一样，就我们要到最上面的那个file，就是软体的那个 file，去点 export，然后选到 coverage，然后有一个 heaps and sieves data，然后去选择 heaps to ASCII，然后下一步之后就去选说，哎，你要输出什么侧线？比如说，哎，检核线，你就输出几条，这样2、3条。那最后的那个水深记录档就要全部的，所以就全部把它选起来就对了。应该说不是全部啦，主侧线把它全部选起来就对了。好，好，然后这边我就讲，因为你在下一步之后呢，它这边就有很多的属性资料要你填。那
如果我们是要出这个检核线点云，其实是我们内部自己用的，那其实我们就跟那个网格产一样的东西就好，就是 E 方向、N 方向跟 depth。那注意这个 depth 要选择是 processed， 你不要选择是 observed， 因为有一个是 observe 就是说你的那些杂点都还在的，所以这个深度的部分选这个。那水深记录档呢？因为它有要求嘛，这个是内政部水深测量的规范。如果你因为我们要缴2个不同基准，一个是最低天文潮，一个是 WGS 的椭球高层值，那它就会包含施测日期、时间，然后潮位，然后经纬度，因为这边它用的要是 WGS84，所以就是经度、纬度。那在 LAT 呢，我们是输出深度，然后向下为正。那 WGS84它这边是椭球高层值嘛，所以我们这边选定的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去找 elevation， 那这个就是你在输出 WGS84的时候要用，就是这2个就只差在这个地方，但因为2个都要输出，然后最后是 pose 的 TPU， 这个其实就是 THU 就平面的部分，那 depth 的 TPU 就是 TVU 就在垂直方向的部分。好，你这边都选好之后，就是说你要不要有这个档头啊？档头就是会有这些东西，就是它的这些属性资料。然后假设说你今天要指出那个天底方向的，那你也可以指出这个，这个就会变成类单因数的感觉，就是说你的那个多因数，可是你只有天底的那个侧身值，所以这个也是可以选。假设说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但因为我们要出全点云，所以就不管它。然后再来就是设定你的那个单位哦，单位。然后最后还有我刚刚最前面有提到说它最后一步还可以给你一个 vertical 的 shift， 看你有没有在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有哪个基准或者是哪个地方设定有误，所以有造成的 vertical offset， 那也可以去在输出前再把它加回去，这样。它这里是不是指的是整体的往下往上？对，整体往下往上，整体的点云往下往上。我还有个问题啊，上面的那个 depth 跟那个 elevation 是不是选一个？选一个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假设你是输最低天文潮面的这一个水深记录档，你就是选 depth， 因为它要求的是水深。那如果你是要输出这一个 WGS84的椭球高层值的水深记录档呢，因为它要求的是水深点之 WGS84的椭球高层值，所以我们就选 elevation。所以我这边有特别注记说，这个是输出 WGS84的那个用。那正高也是 depth 对不对？对，没错。好，那就继续哦。好，那这边弄完啦，就是你再去出那个点云的时候，它一样要求你的坐标系统。那如果你是要检核线的话，其实就跟我们刚刚网格一样，选 TW97。那如果你是水深记录档的点云呢，因为它要求是 WGS84，那你就是选的 WGS84。但在这个软体里面，其实就都只是投影而已，它不是真的 WGS84。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 sounding status， 我们一定要是接受的，然后有检验过的，然后跟 outstanding， 就是说它的品质，这3个品质都是好的那个水深点云才会输出。那这边的话 output 有 one file 跟 multiple file， 那我自己的习惯是检核线我会出 multiple file， 我会去看哪一条检核线不好，这样，因为如果你出一个，你会不知道哪一条是哪一条。那水深记录档，因为它就是缴一个档案，所以就是 one file， 然后再来就是你按下一步，然后再按 export， 然后它这边就会开始说输出，然后最后就会当输出好的时候就会说complete， 然后耗时多久啊，总共有多少的水深点云被输出啊，对，就是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因为也比较输出的部分也比较简单，所以我这边也不再切回那个软体，我就直接用那个最后我们要做检核测线的这个软体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要评估它的精度的时候，我们是做那个交叉检核。哦，那我们就是这个电脑里面也都有灌了，就直接去开始的地方搜寻 cross check，那
输入主侧线的网格资料，那就是把它 import 进来。虽然我们已经输出了网格资料，但它这边还是说 ungreedy 的 data， 但没有关系，我们就把它加进来。你就去选刚刚输出的网格资料，然后去看它的那个坐标系统，然后设定 TW97，这样就是都设定一样。然后在这边的话呢，你也可以先去 preview 一下 file。就是 preview 看一下说，哎，你输出读进来的栏位是不是有跑掉？你可以去 preview 一下。然后比如说，如果你正负号有弄错，你在 preview 这边也可以去改。比如说 z 值最有可能正负号错误，那你就可以去改 z 的正负号。比如说你把它改成正的改成负的，负的改成正的，这都可以。那再来就是设定网格的尺寸，因为我们刚刚输出就是0.5公尺，那你就是把它设定0.5。然后这边呢，它会自动去抓那个我们资料的范围，你就按这个 scan file for bounce， 对，它就会把那个我们这一笔资料它的 XYZ 的大小值都抓出来给你，这样。好，那最后就是存它的一些暂存档，就是它的SD file 这样子，然后就把它存出来。那存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网格，它就会显示在我们刚刚进来的这个地方，黑色这个框框这边，它就会是你的输出的那个网格。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要把检核侧线丢进来，你就是直接 File， 然后 Open Line， 然后把它打开。那打开之后，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设定过坐标系统，所以它会再问你一次，哦，是不是这一个？那你就按 OK。那 OK 之后呢，你就看到说，哎，它已经丢进来了，在这边，哦，已经有一个线丢进来。那下面的部分有这个统计的资讯，然后这边 custom 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去设定那个所谓的 factor A 跟 factor B， 这个就是你根据 IHO 的那个 S44的各个等级的，它有给定你那个 A 值跟 B 值，你就把它填进来。啊，你这个不填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其实下面就有包含一等二等跟特等，那你这边自己在填 custom， 你这边像我这样填0.25、0.0075，这个又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的 custom 就是特等这样子，特等的精度。好，然后之后把它好了之后就按 analyze， 它就会自己去算说，哎，你这一条线跟我这一个网格面的那个差值，然后这里有一个差值的统计图。那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在港口都是看这个特等嘛。那特等，你只要看到这边 accept， 就是说哦这样子是符合的。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几个点啊，几个点被删掉啦，标准偏差是多少啦，哦资料的大小值哦中位数等等的统计资讯。那在这个软体里面呢，它也可以把这些统计资讯去把它输出，比如说save statistic 就是把你上面的这些表的那个把它存下来。那你也可以去分析说，哎，哪个深度是不是有特别大的误差？它也有深度跟差值的比较图，比较资讯，或者是位置跟差值的一个统计资讯，这个就可以去判断说，哎，是不是哪一个位置它那一个地方可能刚好测不好，还是怎么样？可能那个地方就要特别再去检查一下这样子，然后最后可以把这个专案存起来，就是之后可以再叫回来使用这样子。好，那刚刚那个是属于检核线的部分。那我们做这个精度评估呢，还有一个叫做 TPU 检核的部分。那 TPU 检核这个步骤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所产制的那一个网格面。那你一样是回到 Keras 里面去选你输出的那个网格，按 QC Report。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你 output file， 你就是去设定你的档名嘛，路径。那 IHOS44，它这边就会有一个 error value from， 你要去，因为我们要去评估它的不确定度，所以这边选的是 uncertainty。然后这边呢会有去设定你的最小深度跟最大深度。那这个呢，就你从网格的那个最右边的属性资讯，你可以看到它的最浅深度跟最大深度，那你就把它输进去。那我的习惯，因为我们大概都看一等或二等，一等跟特等而已，所以二等这边可以不要理它。user define 也可以不要管它，反正它最后就会
你就把它输出，那它输出的成果就会长这样。那我们就去看说这个 HOS44的主要是看 Spatial 跟 EAB 就可以了。那它是不是每个网格都满足？那100%，其实应该是95%以上就满足了啦。那它这个 residual mean 的意思就是说，我每一个网格它算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或者是说我们说后验的中误差跟它误差传播出来的先验中误差的差值，所以一定要是看到是负的，代表说负越多成果越好，就是说我们的成果远比误差传播出来的那个值来的小，这样子，所以这边会是负值是正常的。这个在之前审查的时候有委员去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 residual mean 的算法就是这样，就是真实的那个，然后去减掉它误差传播出来的。但它真实的到底是怎么去算的？这个可能要在真实的就是用那个误差传播算出来的，然后它这个水深有一个它这个深度的那个标准值，然后去详减所得到的。对，所以我说这个值可以调，因为只要我们前面那些STD 你把它调小一点，其实就很容易满足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TPU 的减额基本上是可以人工调出来的。对，所以我主要的重点还是会放在我们的那个检核线，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整个点云的叠合状况，因为最后缴交到 ENC 他们只 care 点云有没有叠得好，其实你算这些检核线的资讯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他们最后就是拿你的点云资料去做特征物的辨识，或者是做成本身线这样子而已。对，然后大概就到这边，就是所有的多因素水深的处理流程啊。那当然，我今天的分享是以我就是这1-2年来就是常用的一个程序。那因为 Keras 还有很多的功能，可能大家后续在做的时候也可以多去玩玩看，然后大家可以多分享，就是各个不同功能的一个特性，搞不好我们可以找到更有效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这样子。对对，好。那后面其实我还要准备那个 postpack 的那个的算法啦。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实际去看，所以我那个后面的 postpack 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到时候因为我们是跟全华借，所以到时候如果有的话，因为它长得有点像 TBC，所以可以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上过 TBC，就大概是那个样子，然后就可以去看一下是怎么操作。那我这边就后面我就留给大家，因为时间看应该也快5点了，所以后面就留给大家去，到时候真的有摸到软体的时候，再去按照我的步骤去解，应该都可以算出成果来这样子。那不知道今天就是部分那个还是我要稍微带一下吗？我要稍微带一下吗？我是觉得还好啦，因为那个对啊，对啊，大家应该都懂。是啊，是啊，因为我是有做，然后反正我也有做了啊，因为我们都要晚上才能使用啊，这个理论上停语应该要会啦，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再问他，或者是说可以看我的这个讲义，然后在执行上有什么问题再问我这样，然后还有的多因素水深的部分，就大家可以再去玩玩看这样。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啊，就是在滤除点云的地方啊，老师你说，是要检查那个网格的 STD 跟对 slope 吗？slope 没有一定，slope 是他们自己检查的。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做资料的人，当然你可以去算，但因为你那个 slope 其实我们自己看就看得出来，因为你 slope 很大的地方，其实点云应该也要看得出来。了解，我意思是说就是你最后要输出之前，不是最好看一下 STD 跟 slope，免得你的资料。我觉得其实看 STD 就好，slope 我觉得倒还好，我自己的感想啦。STD 了解。对啊，对啊，因为你比如 STD 说会在哪一个步骤看？STD 的话，其实好，
等一下哦，我切一下那个软体，等我一下哦。我切回去一下那个，好，大家现在有看到哈，就是 OK。有，好，那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我会建议你先用 Cube 把它做一次之后，最后再产这个 SDTP 的这个来看。那为什么这个好？好，那我们选这个 SDTP 之后呢，我们可以去这个 Color by， 这里有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 Standard Deviation 这个地方呢，我会建议大家用单色，就是比如说你用个 Red 哦单色，你来看它的整体，因为你这个就是雅果啦。其实我特别选这个给大家看，就是你看哦，雅果这个就很明显。就是你会看到侧线跟侧线之间的效应，就是你会发现有那种勾的感觉啦，就是有这个勾，有这个勾，它其实就是因为外侧因素的叠合不好，所以会有这种勾状，就是好像有被那种什么一台这样一个这样开过去，这个就是两边比较浅，然后中间比较深，所以就会有这个，你用 STD 来看就会比较明显。但因为你看这个 STD 的话，当然有大有小，那你会去看说它越深的地方，那我就会去说，比如说剑锋他们是要求0.2或者是0.15，那你就可以去设定这样子，然后超过的话就会是很深的颜色嘛，那你就可以去看说，比如说，哎，这里怎么这么黑这样，那我们可以再 check 说。我们可以再用 Subset Editor 去 check 说，哎，这个部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它为什么它的那个那么大？可能你会发现说，因为我们在测雅果的时候，这边其实已经很接近那个叫什么沙洲哦，或者是反正就是那种红树林那边，所以它非常的它的那个地势就变成陡升，所以这边的你会去看，哎，这就样子。搁浅那边嘛，对不对？对对对，隔田那附近，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这边真的是因为地势的关系，造成它 STD 过大，就是大家不要误解说 STD 大就一定有问题，而是说我们看到 STD 大的部分，那再去细部的去探究它到底是因为叠合的不好，还是说那边的杂讯我们没有删干净，还是因为什么样子而导致？那你去看这个这种剖面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叠合的好，只是说因为它这个深度从这边10几米一路到这边可能大概5米、5、6米多这样子，所以它这边显示的这个网格的 STD 就会偏大，这样就是最后你要在出水深记录档之前，然后你整个杂讯滤完之前，可以再回来看一下这个资讯，然后顺便提到一个就是说，因为Cube 你其实可以去看很多个我就把它改回来，改成 Rainbow，OK，哎，哦，我去改，Depth。好，那 Cube 的话呢，因为我们滤完嘛，那滤完最怕的其实就是有一些最浅、最深点没有滤到，所以你在 Cube 滤的时候啊，你整个勾输入一遍之后，我建议可以再去看 Deep 的图层跟这个 Show 的图层，那可以这两个图层可以很快的去抓到你那种太浅太深没有没有滤到的没有滤到的点，因为如果你太浅太深的话，它就会在在这个网格里面很容易的被找出来，就是它有不连续啦，就是说你图案有一个不连续，可能这边很浅，这样，那就会跟周围的水深值网格的水深值都不符，那你就可以去抓出来。那因为这个我已经都滤完了，所以就还好，所以建议大家应该一开始就是用 depth 这个去滤，那滤完之后呢，可以再去检查 deep，然后 show，然后再去看 STD 这样子，我觉得这几个其实就很够。那 slope 可算可不算，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你 slope 可以从这个地势
这个网格图就可以分辨得出来，而且 slope 不是必要教的，所以我觉得以我经验来说，其实还是看它这几个原本的 band 就蛮够用。我的经验啦，我的经验。OK，对，那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可以开到一开始那个流程那个地方吗？好，PPT 吗？对对对，不好意好，思，谢谢。好，稍等我一下。PowerPoint 够用。就来说这一页吗？对，这一页里面有提到一个好像要做水深滤除嘛，初步的，那你后面又在做细部的滤除，我可以问一下，那个是哦哦，这差别？个哎，好，OK，好，OK，我来讲一下，就是好，那杂点初步的滤除，其实这个其实我那时候当初会这样子写，当初概念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先抓那些很夸张的离群值，我肉眼一看就看出来的那些，我就直接砍掉。那细部滤除呢，可以发现我后面这边有写逐条侧线去检视，就是我刚刚后面有带到的那个 SWOT editor，你可以再去看，然后还有相邻侧线的叠合检视，这个就也是比较后面的地方，就是去 check 你最后的那个叠合的部分，而且叠合的部分呢、就是可以从 SDTP 你很容易的去看出来，因为 SDTP 如果你不弄好的话，应该说你没有叠合好的话，SDTP 很容易看出来。所以从这里开始做网格嘛，对不对？这里开始之后做网格嘛，对，对吧？或者是说你最前面这边做网格也可以。应该是说我刚刚讲的顺序应该是这里先做，我就是不管它是杂讯或者是正常的点，我资料修正先做，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Geo Reference Bathymetry 其实是在做这件事情，但这个顺序我觉得都 OK。有些人会习惯先把一些大的先滤完，他再全部做改正。我刚刚讲的顺序有点颠倒过来，我先不管你是不是杂点还是什么点，我所有的点全部先做改正，做完改正之后缠网格，缠网格之后你可以去初步滤除，然后再细部滤除，然后再来精度分析，最后出你的报告，这样出你的那些精度分析跟 TPU。做完各项改正再开始做。对，应该是有点这样子处理，对，OK。那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软体有碰过，应该是周易云跟简正宇吧？你们哎，对，两个没问题吗？我还有他问。诶，大家有听到声音吗？我是周逸云。有，可以再大声一点。哦，好，之前在呃实习，好像是去年的那段时间在实习的时候，就大部分都是在资料滤除跟 voice track 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学期有处理到后壁湖的那个，就是我有处理到后壁湖的那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资料的处理的步骤，就是 patch test 的那边，然后后处理资料，然后曹位跟 GPS 的那个资料的，就 TIT 跟 GPS 的那个 geometry 那里的输入，就是因为有遇到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都要去找出问题的发生点在哪里，所以学长有跟我讲解一些原理这样子，然后今天再去看这个比较完整的教育训练，就嗯，我觉得可以应用到后面的，就是如果之后的案子就是有处理这些东西的话，可以去再注意一下。
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没有，反正因为有些应该都没有还没有碰过啊，但就是我们研究室的，就是进来我左手边的那一个位置就是公用电脑，那里面软体我都已经安装好了，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那除了那个 Postpack，因为我们是跟人家借的没有之外，那如果你们大家有空的话，因为其实就来，然后那个里面其实资料都很多，我们也测了很多港口啊，可以慢慢去练习啊，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一两天的啦，因为就是要慢慢累积，然后经验，对，然后多看一些点云，嘿，因为我当初也是一开始测比较简单的，然后到后来有那种很复杂的，然后才慢慢就是跟大家交流之后才比较知道怎么弄这样子，对，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反正软体都在那边，那就去玩玩看啊，也不用怕弄错或怎么样啊，反正弄错顶多专案砍掉重来而已啊，对啊，因为我自己也很常遇到专案挂掉整个重来的，所以对啊，还是鼓励大家多去试，然后不要把我这个就是视为一定对的，因为可能有些东西不是可能会有更好的做法，那希望大家在未来可以再多去尝试，然后如果有找到什么更好的方法，大家就是互相分享啊，这样子，对，那我们可以让我们团队在水深处理这一块更加专业，这样。好，那目前的话，我们应该有3套软体，所以现在有几台可以上来可以用。如果应该说现在就有3台，但就是我不确定 AI 那一台还有没有要动。如果 AI 那一台没有要用的话，我会把第3套灌在那边。啊，有一台是我现在目前使用的电脑这样。没关系，你可以先灌，因为就算要跑 AI，就先不要用而已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就对啊，是所以还是可以先灌啊。就是目前3台我们Lab 比较好的电脑，就是有显卡的，有显卡比较好一点的电脑，就是但我目前只有灌2套啦，就是白色那一台一定有，然后我自己目前现在用的电脑有一套，对，OK，我打然后个岔啊，哎，老师要讲吗？拍谁？那你的那个资料啊，就是我们自己原本的资料，你至少要备份起来，不要被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把你的资料砍掉。好，我会在资料夹前面加注一下。对啊，你就加注一下这对，个，你不要动，因为其实为什么？原始资料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就是你在处理的时候，你不要存在跟我一样的位置就好。你可能自己可以设定一个自己的，比如在练习的时候，你设定一个自己的名字的资料夹，那你所有的专案档就存在那边。因为原始资料大家本来就都会一样，所以是没差。对，就是你们自就是把己的那些资料夹设成只能读而已，不能写，就是你要也也留下来，对，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不以。然你不小心可能会被没有，因盖掉。为因为其实我们的案子基本上的最后那个成果都在我现在自己的那一台电脑里面啊。OK，好，对对对，嘿，所嗯，以我没反正那有个就注我没有放在，意一下。对，我没有放在那个公用那一台上面。对，所以你现在说可以用的是白色那一台，白色还有那一台啊，黑色那一台其实它已经也有灌了，因为我们之前黑色在处理的时候有是以用，前重用就的那一台。不是重用那一台是我现在用的这一台，我是说跑 AI 那一台。OK，跑 AI 那一台好，黑色的，对，就只是我还那你说没有去2台可以用，就是你那一台跟白对对对色那一台。对对对好，对对啊！AI 那一台，我只要是把那个 IP 设定一下，它应该也可以上去。这样，了解。好啊，对啊对啊，那如果要买第3台，就看怎么样再买就是了。就看老师后续的安排怎么样，或者是学长那边有因为那其个跑 他的。AI 那一台的显卡比较不适合用来跑。对对对，是没错。好，那我们再看怎么样，对，再加一台新的，还是怎样？对啊，那个可以后续再看看有没有那我需求啦。觉得，对啊，就是有时间就尽量去玩啊。那你可对啊，以从原始资料开始做一遍，对。这样才会有你自己要的东西啦。对，因为应该怎么讲？我刚刚讲的那些，比如说像草味资料啊，
或者是申诉剖面的资料啊，那个其实都已经是我处理过了。其实我们外业回来有很多的前处理，只是因为我在跟你们教学，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讲那么多，所以收回来资料跟我最后输进去的资料还是有点差异啊。只是我跟你们讲的就是最后的 input 的资料应该长怎样，那你们可以再自己从那个原始资料去把它变成我想要的输入的档案，那个都不难啊，对，这只是要花时间，对。那我问一下，就是我以前在张老师那边啊，他的东西是灌在他是灌一个序号在一个电脑上，那我自己的电脑是可以灌，也可以灌 BDB，就 Base Edit，然后我在读取验证的时候，我是验证到那一台，我就可以自己使用。对，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这种模式。那所以其实我以后假设我在高科的时候的这话，个问题我等一下跟你讨论。好，OK，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老师，你那边还有要讲的吗？喂，我这里应该没问题啦。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边啊？反正对，我还问一个，所以你对上次教那个无人船的外页的部分，所以那个对，NoBit 的那个 Multi-Beam 的设定是他们都知道怎么设的。设定有啊，就大致上讲过，但因为上次有一部分没有录到，所以是嘿，没关系，反正不自熟悉或者是不怎么样的那个，找得到我都可以再问啊。了解。因为最好里面的设定有截图，反正到现场他们就按设定那就按个其实使用手册都有啦，使用手册，因为我也已经都有给大家了。你觉得我们去会现场会看使用手册吗？呃，对啊，没有，我是说，如果你要做像那个，就是从使用手册，你再把它自己摘要出来，这样。没有，我意思说有每一个就是我去按那个 NoBit 里面的 Multi-Beam 需要设定的参数，全部都有解释了吗我有解释啊，但我还没有做投影片啊。？OK，好，我那个我是怕他最近，们到现场设定的时候其实也不会设定，或者是就不设定直接下去测，然后结果诶，资料又不能用。嗯，所以才需要练习啊，因为他们也才出去一次啊，所以还需要时间。反正婷宇会带他们。因为你那里你知道怎么设定吗？老师问你说你知道怎么设定吗？No bid 那些。对啊，对啊，对啊，婷宇说他知道啊。OK，好吧，对，应该可以啦。我们都出去那么多次了，对啊。好吧，那我因为因为就没什么其实那个很多都是预设啦，其实我们在知道，现场需要去动的东西不多，就只是我知道啊。需要注意说资料的品质，还有说资料记录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而已。对其实我比较怕的是像他们出去测 GPS 一样，设定的其实要动的也不多，但是有人动过了没有改回来，就没有人会去看。对，那其实这个就不是流程上的，我觉得这就不是流程上的问题了。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全部的设定在作业之前要重新 check 一遍啊。嗯，是。好，那大概这样吧，我没什么问题。好啊，反正就大家不管是后续外业或者是内业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再问啊。那我后续会把刚刚讲的，就是
因为水深有处理水深的那个 Carries 有它的使用手册，那我们的 Auto Pro 然后跟 NoBit 那个多因数都有使用手册，那相信这样子听过之后，大家会比较有概念，那可能再去看那些使用手册的时候会比较进入状况一点，对，嘿，那因为有很多细节。我没办法，就是用这么短的时间去说明啊，那就是大家可以，反正就多累积经验就 OK 了，就到时候就会一回生二回熟啦，嘿，好啊，那如果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好啊，感谢大家，谢谢。